篇章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有扭曲现实的能力啊！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就一直在想啊，到底是你扭曲还是这个世界扭曲？我不知道啊。是因为这个世界先扭曲了，所以你才有办法把它扭到另外一个地方吗？还是什么？我常在想这个问题。这个蛮有趣的。如果你在现实里面活得不好，你就会想要逃避现实。我基本上，我觉得我大概就是都一直在逃。我逃避的方式还蛮稀奇的。等一下，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出国旅行时，你还在为找不到 WiFi 而烦恼吗？或是在国外打卡美食，却因为没有网络发不出去而懊恼？我是 Hank，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让我彻底爱上的旅行神器 Sally eSIM。想象一下，你刚下飞机，正准备开始你的冒险之旅，忽然发现自己忘了换当地的 SIM 卡，糟糕了吧？但有了 Sally， 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了。不管你是要环游欧洲，从巴黎铁塔自拍到威尼斯运河直播，再到阿姆斯特丹的深夜单车之旅，只要有 eSIM， 网路从来没有中断过。最赞的是，整个过程简单的让人难以置信。只要下载 Sally eSIM， 选择你要去的国家和流量方案，几下点击就搞定了，不用再为了找 WiFi 而错过精彩时刻，也不用担心高昂的漫游费用。Sally 覆盖了超过150个国家，无论你是去京都清水寺、巴厘岛冲浪，还是到纽约时代广场跨年，都能随时保持连线。而且 App 的界面超级直观，你可以随时查看数据用量，不用担心忽然用完。最棒的是，所有操作都在一个 App 内完成，不用在 Email、PDF 和 QR Code 之间来回切换，省时又省力。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结账时输入优惠码 Drinking Library， 立刻享有85折优惠。优惠链接我放在资讯栏，快去看看吧。如果近期要出国的朋友，现在买也没关系，可以先买起来，出发前再开通就行。最棒的是，如果没开通，1个月内还可以退费呢。别再让糟糕的网络连线毁了你的旅行体验。现在就下载 Sally， 让你的下一次冒险更精彩。本期节目由 Sally eSIM 赞助播出。小时候他们家买了一台 Apple 电脑，他就很喜欢自己拆，好爱拆东西啊！他就把那个 Apple 电脑整个拆开来，好厉害！然后他妈等着写文章，你知道吗？结果煮了一个大半天也煮不回来。他妈等着写文章，他妈妈。我想说是一种发语词，还是一个人物？没有，真的是他妈妈就很生气。你知道你妈？我跟你妈说，我觉得她长得很像我妈，然后她就跟我说，我觉得你长得很像我儿子。我觉得这一段话，而且在公开场合这样讲，我觉得我们俩好像奇怪的双簧语。意思？但你妈真的长得很像我妈哦，真的假的？真的，你妈真的长得很像我。那你肯定也长得像他儿子。我现在在跟他儿子讲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好白痴的，应该会有一点像。请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对吗？没有，就是我反正去年就是今年去年2024就一本书，然后新书上，然后我跟他妈跟他妈妈对谈哦，对，然后在现场我说其实李老师，我一直觉得你长得很像我妈。对啊，我也常觉得你长得很像我儿子。有点对话不知道如何是好，奇怪。不是你出书的速度会不会太快？我认真没有啦，一年有4季，我一年也才出3本，还好了。怕了，给那个怕了，我才想说，我上次才收到他的书而已，现在书又来了。没有啊，垃圾话比较多啊，只是这样而已。你每天早晨起来写吗？没有，主要是我女儿写功课的时候，我就会写嘛。然后她去上学功课的时候，你跟着一起写。对啊，我们总要让人家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对啊，没有啊。当然这一本比较特别，是这本真的就是他在写功课，不是有那个家庭联络部有那个心情小语，对，他写那个他第一次写很痛苦，因为老师说不要用注音的，然后最好写的有逻辑，然后有人事时地物数，然后是个故事这样。然后他第一天回来就很难过啊，就很紧张，坐在那边要哭我安慰他也没用，我说好，那以后你写，爸爸也写鼓励他。他对嘛，我们要共患难啊。结果后来发现弄错了，因为他写一句啊，我就要从这边延伸，然后我会觉得说一句这样太无聊，后来我就把它写成文章，变写到后来
他都去玩了，他去看卡通了，你还我在写，我就觉得北河北河不划算。后来想说，既然不划算，干脆把它拿来变书好了。对他真的只有写一句哎。啊，对啊，因为那个格子才3行而已，好不好？啊，我是稿纸啊，我就会觉得说要写就好好把它弄一下，就把它写一写。对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因为后来还发现他听错了，因为老师后面有一句是说，老师希望2年后你们可以写出一个完整的文章。他漏听了2年后。老师希望自己在教这些孩子2年后，这些孩子们有这种能力。是，对。然后你知道吗？我就问他说：“可是像你写这样啊，其他同学是怎样？”他说：“开学3个月，也有人1个字都没写的、啊。”我说：“哈。”我说、那我们每天他们认真努力在干嘛呢？原来是可以不写的、哦。就是我说啊，对，没关系啊，美丽的错误也变成一本书了。对了，就是可爱党故事集。哦。对，今天说我有任务，我本来以为是来开杠，原来我必须要聊这本书，我根本没有预期耶。就小聊一下，好，那结束。好，谢谢大家，今天的活动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大家喜欢。书聊完了，来，快点，新年快乐，That's it。笑死。卢建章感觉就是一个每天都在动脑袋，然后不把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会很难过的人。也没有啦，我是很突然。怎么说？就是应该说，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是啦。这样好像把你们推下去。不要你说你自己就好。好，我说我自己就好，不要讲别人。没有，你们不觉得这个世界很丑很烦吗？然后有很多看不过去，然后又很不爽的事，然后有很多你并不喜爱，但是非得跟他同处于这个世界的人。然后你要忍受他们。然后，当然，你也未必每天都很喜欢自己啊，所以其实我每天都是处于一种很想处理这件事情的心情。那我后来就发现，最大的叛逆也许就是，那你去弄它。比方说，我最常弄的就是时间，因为我常觉得这时间这东西真的很讨厌，所以我就想要弄它。弄它的方式就是我要赢过它。那赢过它，比方说我的寿命是有限的啊，那如果我去创作，我去写一个东西，我去拍一个东西，我去把一些想法给弄出来，那他可能就会活得比我还久，他可能就会干掉时间，你懂我意思吗？然后还有他可能会比我杜烂的那个人活得还久，然后还有他也可能会让那个影响力，就是我的影响力胜过那个我一直觉得说啊，凭什么？他凭什么？他明明就那么糟糕，然后他拿那些钱也是一个不恰当的钱，然后那么多人还喜爱他、崇拜他，那我就会觉得说，我们不用骂他，因为我们不要花力气去骂他，因为你去骂他的时候，你就要去辩证说他这个人是好，或他做的事情是对或不对。那我觉得那其实有时候很费力，而且徒劳无功。那我们不如去把力气花在说，那我们觉得什么东西是好的，好，什么东西是有趣的，什么东西是美的，至少不丑。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很丑，就是活得很丑啦。那我们也不用说我们要活得漂亮，那我们可不可以活得不丑？所以这是我的选择方式啊。然后我也不是真的有很多什么想法想跟人家讲，我是觉得说啊，看这就是好。以下节目所有的干都是看哦，就是因为的 look 啊，在这里又来极女又来，不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在学习的路上啊，我们都在学习如何看世界啊，这世界值得一看嘛，不是吗？然后睁开眼睛好好的看，而且尼采写那本书嘛，什么看这个人，对不对？他其实就是走在我们前面，告诉我们人就是要看，要好好的看啊，不看不行。而且真的啦，很多字被发明出来是有意义的啦，对不对？是有意义的。我第一次听到有人用这样的角度在诠释他创作的动力来源，还蛮有趣的。我不敢讲啊，就是跟时间有关系，然后可以因为了要打败时间，所以进行创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角度在看这个事情。你有想过要赢过时间吗？我没有，我这辈子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你有想过要赢过什么吗？我比较想问这个。有哦，我一直以来
唯一想要赢过人就是我自己。哦，我从小到大从来跟人家打球，我都没有想过赢，都没有想要赢对方。我很没有好胜心，很弱。好胜心很弱。对，我打球都没有想过赢对方，我都觉得我把自己打得比上一次好就好了。理解，也同意耶。所以有可能到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动力要去追求什么。会不会其实每一个人都只是想要赢过自己，只是他会觉得说他把就他人即地狱嘛，就是把别人当做一个假想敌而已。可是其实他真的想赢的也只有自己而已，因为追不完啊。当然啦，像我们小时候看 Michael Jordan 嘛，你一看就知道说你怎么弄都弄不赢，怎么跳也跳不赢。但是你不会因为打不赢他，你就不去打篮，就不碰他，就不去打篮球，你不会嘛？你还是想要打篮球。对，那把它摆在那边当成一个目标，说啊，我有一天买了 Jordan 的鞋子，我就可以跳得跟他一样高之类的。对，而且我应该怎么形容啊？那个也许我刚刚那字眼也不一定那么精确啊。也许不是说去 beat the time， 是这我每次坐公车不是有那个击破玻璃的那个一个东西，你知道吗？我知道。你会不会想要去把它拿下来？我会。对，我其实都是这样子哦，右手伸出去，然后左手要抓住，因为我都很想拿下来，然后然后不是有击破点？对啊，真的吗？好想试试看那个点会不会击破啊！我也是。然后高铁也有，高铁有一个紧急刹车，就是你拉下来，他说他可以刹住。对，我每次要下车，因为他就在门边，那件高兴啊，真的很想，因为我很想知道会怎么样。你会想知道啊？真的吗？会怎样吗？因为我从以前就会有一种，就是看到那种禁止标语啊，你会想说禁止爬墙，爬过去会怎样吗？墙会坏掉吗？还是谁会坏掉？还是就是我是非常认同那个标语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积极的拥护它，说我要证明说这件事情是真的应该会有它的道理的。你要 double check， 呀，就是然后所以我对很多 rules。你就会想要说试看看，那会怎样吗？然后甚至到后来，你也会觉得说，比方我的工作啊，他在大家说什么创意产业，其实我们也不是要证明自己多有创意，你只是会想要说，那有没有别的答案？有没有不一样的答案？如果跟昨天的、跟前面的人说的一样，难道就有效吗？理论上它会边际效用递减啊。那为什么我们不试试看别的？那我觉得也许不单是在工作上，我们觉得在生命很多选择，搞不好也可以是这样，我是这样想啊，所以我就也会觉得说，可不可以弄一点什么新的花样来玩一下？对，你知道我前阵刚去那个什么科索沃拍片啊，等一下，科索沃在哪里？这个对不起，没有，你不用对不起，因为我跟你一样，因为他们问我说要去哪里拍，然后我就印象中我没有去过科索沃，但我听过科索沃。然后我听过，那我就想说，那趁这机会我就可以去科索沃啊。然后科索沃我印象中是在欧洲，那欧洲嘛，欧洲应该没败啊，就搞错了，原来科索沃跟台湾很像。怎么说？科索沃啊是一个小国，然后科索沃旁边有一个大国，一直想要把它并吞，一直想要把它给纳回去。OK。对，他们就是原来南斯拉夫分裂成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而且是因为战争嘛然后分裂开来之后，然后科索沃再从塞尔维亚里面再独立出来，它是2008年才独立的。那我就很想去看看啊，而且我去了也真的很好啦，因为譬如说它的人行道，我觉得几乎都是台北市的2倍宽。然后就很舒服，然后所有人也非常守法，你不会看到有任何什么违规停放的车啊，让你无法通行啊。然后我去到他们的学校，就Prishtina 是他们的首都，Prishtina 的大学就类似我们台湾的什么台大，看到里面的小朋友、年轻人就很热情的在讨论东西，因为你知道看得出来的就是那种很想大家在讨论东西，然后每个人看到你在走在路上，他过来问我说 Where you from？ 台湾台湾 great 就很妙啊！我觉得我去那里就感受到一种他们知道台湾，而且很有活力。你知道我还有去那个 Kosovo Express， 就是科索沃报，然后就遇到一个记者
那记者很高，大概190公分，然后很壮，就像熊一样。因为他下来楼下带我们，然后我们一起进电梯之后，我就发现，我们就充满了电梯了，因为他真的很壮，电梯就满了，然后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说啊，我们台湾怎样怎样怎样吼，就是反正我也是不知道，就很喜欢跟外国友人介绍台湾。他说 I know， 台湾 so great。然后他就讲到说，他前任去东京奥运，他有去采访。我说为什么你们会去采访东京奥运？他说因为啊，科索沃是一个小国，他们很希望被国际认识，所以他们藉由发展体育项目，然后他们有一个女生柔道非常强，然后得到奖牌啊，他们就觉得说非常的振奋，非常开心啊！你知道这个如此高大像熊一般的巨大的男子，我觉得是男子汉，就在我面前就哭了。然后我听他哭讲这些，然后他热泪盈眶，我也热泪盈眶，因为同一天同一个时间，我们正在打12强，我们正在打那个棒球啊，我就会觉得说我们彼此非常的接近跟认识。后来我们就去国会啊，采访一个好像是他们前总理吧，现在也是国会议员啊，他来过台湾。我说哇，他来过台湾，他不只来过台湾的台北，他也去过高雄。我说 next time 台南 please， 台南啊，你下次一定要去。我说台南也蛮有意思的啦，也很值得一去。就是你会意识到，也发现到说，哇，好像在远方，在几千公里外，有另外一个跟你很相像处境的一个国家，但是他们的人民，我跟你讲，每个都充满自信而且骄傲。我说那骄傲不是一种自豪啊。然后最有趣的事情是，怎么？我后来就在问别人说，为什么他们英文都那么好？因为你知道，你去过一些欧洲国家，他们不一定都很不一定，对不一定嘛。然后怎么每一个英文都那么好，每个都可以跟我聊？我去那个小菜市场看到那个芹啊，它是有点像，它是1、2、3、4弦而已。然后我就买啊，我说这怎么弹？然后那小贩拿过来就弹给我听啊。我说然后它下面还有一个双头音。我说这什么？他就解释，这其实就是他们阿尔巴尼亚人的一个象征，也是他们独立的一个象征。然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大家的英文都这么好？他说很简单，基本上你只要是16岁以上的人，都曾经是难民啊。都曾经是难民啊，他们曾经被种族清洗，他们曾经被你知道，就是坦克直接开进去，然后村庄的所有人，小朋友就是婴儿，连婴儿都杀，然后女性就是强奸，男性就割喉，他是种族清洗。就是当初塞尔维亚的那个总统啊，米洛塞维奇，后来也被送上海牙法庭，他是犯下战争罪，而且他种族灭绝的这个罪，他不止在科索沃，他在波斯尼亚也有。他是好像据说是应该是世界上第一个元首就是担任总统职位，然后被送上国际法庭，然后罪名也成立了。也就是说，这些人过去都曾经是难民，那因为是难民，所以他们得流落到不同的国家去，然后或者他们在难民营里面，他们必须要跟国际求助，他要让别人知道他的需求，所以他们被迫要让他们的语言能力变好，所以大家的英文都很好，然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们很珍惜现在。我说我懂了，我终于懂了，因为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他们的一个这叫什么呢？反正就是它是用石头做的，然后写 newborn。newborn 就是重生嘛，然后是彩虹色的，然后画很漂亮，很巨大，每个人去到那都会合照。说这是什么？他说就是纪念他们独立建国啊。每个人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讲的时候是眼睛发着光，然后很开心的想要跟你分享这件事情。那你就知道说他们真的很珍惜，还有他们的治安超好，他们就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个国家，你作为一个公民，你作为一个国民，我们好不容易拥有这个国家，我们当然应该要好好的去 follow 这个国家的法律，我们当然应该要守法。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哇塞，我不敢说每一个科索沃人都很好，但是确实可能甚至很多数的人是非常珍惜他们此刻他们的现在的。还有他们东西很好吃。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原来因为他们被美国协助的关系，所以他们也很大量的接受了美国的流行文化、饮食文化，所以你甚至会在那边看到有一条马路很大一条
然后这是什么马路？哎，Clinton，它是科林顿大道。因为当初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去，算是借由北约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为他就看到种族灭绝太惨了，所以有部电影叫什么《冲出封锁线》就是演这个就是演这个，就是那个美国飞行员在空中发现，他们一般叫做就是中立区啊。不是桃园中立，就是中立就是非战争地区。但是他觉得奇怪，怎么好像有奇怪的痕迹，所以他拍下来，后来发现是万人种，万人种啊，就是杀了1万多个人，然后全部埋在那里，哇！所以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史实，就是美国飞行员一个 F-18的飞行员拍到。那作为屠夫的那一边，当然希望这件事情不要被世界知道嘛，所以他们在追杀那个飞行员。所以那是一段据说是真实的故事，是美军真实的一个故事，他们就是拍到，所以才会揭发这个罪行，否则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说有那么严重啊。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蛮震撼的，我住在我的饭店然后饭店出来就是一条马路，然后它有写 library 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懂，然后进去看，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吗？不是啊，那我就知道，没有，他自己写 library， 自己买一个，很专业哈，专业。然后进来，没有，就是书店。原来可能在他们阿尔巴尼亚文，就是 library 就是书店。可是在我住的那一条马路上有6间，而且每间的大小就有点类似我们这里的成品，你知道，就是陈列的非常漂亮，非常好看，然后有长长的木梯，然后那个书架是一路到天花板，每一间都好好看，我都进去看，哇哦，好赞哦，好酷哦。后来我突然意识到不对，我们现在在台北市，我们有哪一条路上会同时有6间成品？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好像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人民很积极的、很渴望的想要学习些什么吧。还有我就是每天出门要去拍片嘛，然后就会去经过一个雕像。开始我是什么雕像也不理他，因为我每天拍片很赶很忙嘛。有一次吃完早餐就看一下，写 Nana Teresa。Nana Teresa 什么意思啊？就一个女的，然后有披着头巾，然后她的腰际就是她扶着一个小孩的肩膀。Nana Teresa 谁啊？我想德蕾莎修女。然后所以我想可能这里的人喜欢德蕾莎修女吧，然后我就走了。我直到拍片回来台湾之后，就有一天夜里忽然想到说，到底为什么那边会有德蕾莎修女雕像？而且我到底住在哪里啊？然后一查原来我就住在德蕾莎修女广场前面不止有雕像，是有一个广场，然后那一条路就叫德蕾莎修女大道。他们有这么喜欢德蕾莎然后我想为什么？后来一查还晓得，德蕾莎修女不是别人，德蕾莎修女就是科索沃人他是 local people 他就那里的人对为什么？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德蕾莎修女，她不是在印度服务吗？不是什么加尔各答吗？然后对她到底哪里人没有人，就是不知道，而且还知道说她是18岁离开科索沃，然后去加尔各答工作，她是个修女嘛，然后就四处去帮助小朋友然后难民所以她在全世界设立非常多的所谓仁爱之家，就是照顾鳏寡孤独者。但她直到人生的最后才回到科索沃成立3间仁爱之家。那为什么？她是因为当时候南斯拉夫已经开始很多战乱，然后后来我又看那个时间，我看了有点就觉得太讽刺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科索沃大屠杀，一般认为是发生在1998年、1999年，而且那个时间还跟台湾真的是很巧合。对，他们的大屠杀的纪念日叫228，他们是228大屠杀。我那时候看到之后就鸡皮疙瘩，说天哪，我们两国有这么多巧合吗？然后我在看1998年，那不对啊，德蕾莎修女人生的最后回到那德蕾莎修女是哪时候走？于是看1997年，也就是说她在人生的最后见证了她自己信仰的基督教信仰
哦，也就是说所谓的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是信仰基督教，对然后他们屠杀的是阿尔巴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主要信奉的是伊斯兰教，对但德蕾莎修女自己就是阿尔巴尼亚人，也就是德蕾莎修女自己看到自己信奉的基督教被某些人拿来利用，成为一个种族仇恨、杀害他同胞的理由。我觉得这整个让人那个感受。你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因为很冷，已经在下雪，零下10几20度，然后就看到那个德蕾莎修女啊，她是黑色的那种雕像，金属雕像，可是因为下雪，所以头上就好像披了那种修女那种白色的头纱，因为积满了雪。然后小朋友，他前面有个小朋友嘛，头发上面也积了雪，在我眼里看起来就好像他在帮他把雪给拨开，好像他在帮他挡下那些风雪。那个影像本来我那时候只是每天经过看到，可是当我知道背后的故事之后，一切就变得不一样。对，变得不一样，变得有意义。然后你也会去想说，天啊，那我们每天这样活着，我们有哪一天有替另外一个弱小的人挡过风雪呢？甚至我会想说，我们有机会替一个跟我们信仰完全不同的人。给他一点点 support 吗？你知道我们现在台湾的状态可能不像科索沃现在的状态是，他们对于邻国的并吞是上下齐心一致的啊，因为他们就曾经被伤害过嘛，他们是好不容易独立的嘛。那我们呢？我们现在其实是有很多分歧的，非常多。那我觉得分歧也没关系。另外一个是，我们珍惜吗？我们珍惜现在每天的生活吗？我们有办法活出一点点有爱的样子吗？还是说，我们为了要呈现我们的想法，当我们在面对我们看不惯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要做的比他更凶狠、更毒辣呢？这我没有答案，但我只是在这过程里面就会去想说，我们活得还真好。你知道我去的时候啊，这也是很北七很搞笑。去之前，我们因为它无法直飞，所以我们是先飞到土耳其，然后再转机才能飞进去。然后在土耳其机场的时候啊，就收到讯息说，因为我们要拍的对象他已经前几天就先到，他说科索沃的首都停电啊，然后也没有热水，所以他就是洗。也没办法洗澡，就直接睡觉了。但我们也不是没遇过停电啊，我们遇到停电嘛。后来想不对，他说停电有时候就是1周或2、3天。后来我坐在机场那候机室，幻想，不对啊，我们是要去拍片，没有电怎么拍？电怎么拍？哇塞，没有电池，果然是专业人士啊！不是，如果现在停电的话，我们整个都不用对，不用拍。对，我是坐在机场的时候，忽然想到说，我们带那么多什么充电线啊，然后电池啊，然后嘞去到哪路没有电的时候怎么拍？我就跟其他人讲，其他人大家一开始笑，后来就笑不出来。我说，大家有没有带铅笔？他说制片说，带你铅笔要干嘛？我说到时候拍到没电的时候，大家就开始给我画素描啊，不然呢？你画左边的，你画右边的，对啊，你从上面画回来弄动画，对啊，不然呢？然后录音笔，因为录音笔比较不容易没电，对，可以录比较久。所以那一瞬间啊，所有人我说所有电池给我拿出来，现在充，我们就在那个土耳其机场啊，因为没有几个人要去科索沃嘛，所以。偌大的那个机场的那个候机室，然后就只有我们所有人拿出来，很像那个阿呆瓜这样，开始每个人那边充电，进来啊，我们登机啊啦而且你也知道，很冷的时候，那个电池的电量是会下降的。对，你可能充到100，然后出去零下20，一下就挂了，马上就个位数，马上就零。对。我问你你觉得什么是珍惜啊？对你来说，对你来说，我觉得我老实讲，我觉得珍惜这字眼啊。搞不好只是对我来说，可能只是有意识啊，有意识。我们常常说问珍惜你啊，你是怎样珍惜我？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你为我做什么？这是一种。但我觉得另外一个是说，那你有意识到你活着，你才是活着啊，否则这个也说乱开玩笑说，如果呼吸就算活着，那打气机也算活着啊。打气机不是也会呼吸吗？那种电动的，好不好？对啊，我总觉得应该是有意识的。然后譬如说，叶克膜也是活着嘛。嘿啊，你如果不理解、不知道自己当下存在，或者比方说我现在在跟2位讲话，但是我根本不在意你们想什么。那这是一个无意识的交流。那表示什么？我根本不珍惜你们。就好像我们现在
有时候我也觉得说，譬如说你们做 podcast， 你们其实面对的听众，你有见到他吗？其实没有啊，其实并没有啊，没有，其实并没有啊。但是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听？因为大家会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觉得他珍惜你？因为他也感受到你珍惜他。可是那珍惜是来自于什么？我觉得是彼此是有意识的在交流啊。他接收到你传递出来的意念，然后你也接收得到他渴望你传递意念的意念。那这个会不会变成就是一种同温层？会不会久了以后变成是一种同温层？因为你不能说跟我们不一样的族群，他们并不珍惜，他们或许也珍惜他们自己认为该珍惜的。但是我觉得他刚刚讲到一个点很有趣，就是重点是有意识嘛。因为其实很多时候珍惜，我觉得不是你真的一定要做什么事情。对，有时候是说客人今天做了一个小小的动作啊，那我感到很窝心。这个是我感受到，对，我有意识的去感受到他为了我做这一个。我懂啊，我懂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东西会变成你想讲什么？这边有一个圆，另外那边就有一个圆啦。对，我觉得那 fine 哦。我最怕的是连圆都没有。就是你刚刚讲的是一个圈嘛，对，比方说有一个族群，有一个聚落，有一个我们不管用什么集合名词，一个 tribe，都没关系。但我在意的是那个无意识。什么是无意识？譬如说我刚刚去 7-Eleven。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会跟店员说不好意思啊，他真的不好意思吗？没有啊，你是不好意思什么？没有啊，有啦，有稍微啦。不啊，你不要背名给他们不好意思。没有，我上看到你之前有一个影片，你在讲不好意思，是不是？对，就是有时候我觉得那个不是他拍的那支广告啊，或者说谢谢。像我自己啦，反正我从来不会想要去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但是我会跟你说那我要怎么让对方知道我是真的想要跟他说谢谢？所以我又要求我自己说，当我要跟对方说谢谢的时候，我会看他眼睛，对，然后至少在这一句话完整的时间内，我要持续让我的眼睛可以看着他。尽管我会觉得我可能会有一点点不自在，有一点点害羞，但是我拜托我自己，然后还有我提醒我自己说，那如果我们讲谢谢，对方也会因为每天谢谢来谢谢去，都谢谢都不谢谢了，那我可不可以让这个谢谢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我会多加一个谢谢你辛苦了。那这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题目啦，就是这几年我会希望我自己在不管面对 Seven 的店员或者高铁出站的时候有人帮忙，然后或者就算人家只是让我先过，我都希望我可以让对方知道说我有看到你为我做的某一件事，我有看到你在意我，然后我也想要让你知道说我在意你的在意，那对我来讲就够了。而且某种程度我还会觉得这是环保的，就对我而言，它可能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举手之劳，它是我倾全身之力，我想要让对方清楚的知道这件事。你知道我那一天去金站没有，我根本没有去金站，我想要去吃大稻埕卤肉饭，然后经过华阴街，那我其实根本没有去过那一天是因为我老婆把车开走了，所以我只好就是步行，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女生拿着地图，我觉得哇，好久没看到地图，我好开心，然后再看到她旁边有一个男的一脸茫然，然后再看到男的后面有一个大约16岁的女生也是茫然，然后再来一个12岁的女生也是茫然，然后那个妈妈也是茫然，我想说好特别，可是我已经过了，然后我已经过了路口之后，我再走回来，因为我总觉得这个茫然太像我平常会有的样子，所以我就说 Excuse me, may I help you？ 然后那个妈妈脸上茫然忽然就整个你知道就融化了 ，Yeah, please。我说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 MRT， 我要出赛了，因为那边的 MRT 摆明的就会是台北车站，那很难，就是很难，很不好找。对，然后我本来想说。算了，但算了，我都已经问了OK， 我本来指着远方，台北车站就在那，后来想说，你知道，它就是隔一条马路而已。可是 even 这样，我都觉得说这样应该还是会有问题，而且你就算到台北车站，对，还是到不了的啦。而且还很想吃卤肉饭。对。我跟你讲，重点是有一个人，他其实基本上自己也是路痴，根本也是一个路痴。对，但是你会希望，因为你看到他们，你知道，虽然有很多人，可是在我眼中，他们其实真的很无助啊。
就是你知道，像我们去到那个新宿，你站在那路口，人很多啊，可你就是一个外来者，我就觉得他的样子就跟我站在新宿街口一样，他一定，而且一定是语言不通的状况。你光看他们的表情就愁容满面，然后你看一全家人就是很悲戚的样子，你就觉得说好，我说 I lead you。其实我讲完这句话之后，我就后悔，我说 lead you， 因为他都没有办法记得他是我。对啊，我连我自己的人生都立不了了，好不好？花钱包常忘了带。一天到晚迷路的人。对啊，好吧，没关系，我就硬着头皮就走进金站。那我印象中，金站往下走有一个路，它是有个连通道可以直接到的。但是我走下去就发现，哎，没有啊，楼层不对，还要 B2 还是什么？对 ，B2 还 B3嘛，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又想要表现出 confidence，we Taiwan people， 我是 local 的我是 local people，we can do something，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然后我想要安慰那个先生，因为先生就是你知道，有些爸爸作为一家之主，他也不想显露出自己的无能，所以虽然我本来搭话的是妈妈，可爸爸就自动补位来走到我旁边，然后一路跟着我走，然后我就想要跟他解释，我说it's quite the same as Tokyo， 然后他就 Tokyo， 然后我想跟他说，我下个月也会去日本玩，后来想想算了，我不要讲了，我怕他以为我现在要带他去日本，我猜他的英文可能也不会盖后了，后来然后算了就走下去，糟糕，我真的没找到 MRT 的标志，这时候觉得挫赛。我记得我曾经读过一本书，他说人最勇敢的时候就是勇敢的球员，所以我就看到前面有个女生，我说不好意思，然后女生看到我，你知道又不男不女的样子啊，就那女生就加速往前走，不好意思，然后她就走得更快了。虽然那时候很多人，可是我觉得她应该感受到一种不安全感哦，因为对啊，看起来怪怪的男生，但你身上背负着 Taiwan can help。重责大任，对，我就说不能够轻易的就放弃。我说不好意思，你知道 MRT 在哪吗？你知道我们平常也是讲捷运，他听到我讲 MRT， 他应该也觉得我很怪吧？然后他就又往前走，然后 MRT， 我说捷运啊，他说MRT， 我说没有啦，这个旁边的我要带日本人去 MRT， 可是我不确定。然后那女生考虑两分钟，然后转2秒，然后转过去看她的同伴，然后转过来看我们正要去 MRT。我说那你们可以带他去嘛，然后我再跟着他们走。Follow me。OK 啦，你也是有 help。你有 help。没有，而且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也不是不耻下问，真的是不要脸的问。没有，我大概有20年我没有跟陌生女子搭话过。可我跟你讲这已经是 help。对哈，本身就是一个路痴的。对，我本身就是个残缺的人。对，是辛苦。我觉得是那个意愿，对，不是你能不能做到，是你有那个意愿。对啊，我觉得有意愿是最难的。谢谢，真的谢谢。意愿是，所以我那天其实没有吃到卤肉饭。因为后来我老婆就传讯息来说，丈母娘就我老婆的妈妈生日要吃蛋糕，叫我去拿红叶蛋糕。为了避免迷路，我就用走的。你用走的？对啊。去拿红叶蛋糕？很远呢。对啊，从台北山走到仁爱路。We Taiwanese, we can do something. 你从我靠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你是丢高？没有啦，我就想要走一走，因为陪着他们走的时候，我就想要说另外一件事啊，这也是台北我们很熟，对，可是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开着车走来走，对，你就是 A 到 B 嘛，点到点，对，其实你并没有真的走过，搞不好很多时候东京我们还真的都走过，因为在东京没有开车，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吼，我可不可以像刚那一组家人一样，我也来感受一下台北啊，难得我不用赶时间啊，难得因为还有2-3小时啊，我可以打发一下，我就可以在台北市这样走。所以我就从台北车站走到红叶蛋糕在仁爱路嘛，然后再从仁爱路再走去，我忘记到八德还是哪忘了，我懂。我们也蛮常半夜游荡在台北市街头。我也是在烫沙哦，你空调也热啊，也热哦，喝酒了但我觉得他刚刚讲那个有意愿这件事，我觉得其实还蛮难的。我觉得在这个
繁忙的都市当中啊，常常因为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连结就越来越低，你会有意愿想要去帮忙另外一个人，有时候你会想说，哎，我这样会不会打扰了？对啊，会不会觉得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鸡婆或者是？对啊，有时候会有这个出的想象，但后来发现好像其实你真的去帮忙的时候，大家都不会太拒绝或是什么，或者他很客气跟你说啊，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来就好，那我觉得也 OK， 但至少你表达了你的意愿了。我常觉得意愿这件事情还蛮棒的，是因为你没有因为这个复杂的大都市而去磨灭你应该要有的那种很单纯的那种原始的想象。因为你去想，我们如果在乡下，那个就会很淳朴嘛，就是啊，你有说要到啥啊，吃饱呗，啊，不来闻到吃饭，对，是很单纯。但在台北，你不会说，哎，你吃饱了没？你来我家吃饭，不会，不可能，是对不对？在我家不可能，我家好乱。来公司可以，对不对？你在都市里，你不会问人家这种问题啊。对啊，你绝对不会问说吃饱了没？你来我家吃饭，不可能。为什么我们在乡下地方就可以？我们乡下地方的家也是很乱的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忽略了意愿，或者是没有意识那个意愿，还是什么？就是意愿这两个字其实不太会出现在都市里面。对啊，可是目的这两个字会经常性的出现。我们都被要求嘛，对对啊，希望KPI，那个 P 是什么东西啊？对啊，就是 purpose，就是那个目的。对啊，想说，之前我们有一阵子，就是我想要漫无目的的邀请某一些人，只是来喝咖啡而已。我们有一阵子是这样子，然后你没有任何理由，我就是想要约你来喝咖啡，就请你来喝咖啡，这样子而已。结果我经常性被拒绝，对，很多人就可是我今天就来了，我是来了之后才知道原来是有目的性的，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也不是说要录节目，对，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完全没有目的，它就是一个意愿，就是我想邀请你来喝咖啡，我们来打屁聊天。然后，但你知道，在都市生活久了，大家会很习惯说，一定要有个目的才可以做什么事情。是啊，比如说你请我来喝咖啡啊，我们今天是有要聊要讲什么吗？啊，是你要跟我借钱还是什么？就是总是会想说，那你找我喝咖啡是想要干嘛？他没有办法把它想象成一个没有啊。不能就只是聊天，没有要干嘛？没有干嘛，真的没干嘛。不见得我需要你，也不见得你需要我。很有可能这个东西已经在都市里面变成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绝对错的。而且过一阵子以后，我发现突然间反过来，大家会来找我的时候是有目的，而不是有意愿。这比较讨厌哈。对，然后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哇。原来生活在都市真的很不容易耶。对，我觉得你刚刚讲那个事情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家族旅行，然后去日本，然后到一个地方叫中山道，我从来也没听过。它反正以前日本好像说城市跟城市中间都有那种就是你知道传递讯息的人要跑啊，像什么箱根驿传这样子就是就驿站嘛，中间可能山跟山的中间会有一个可以让人家可以落脚的住宿的地方我们就是去那个地方走进去，这所有都是矮房子，都是只有1层楼的，然后都是很旧的你就觉得说好像走进。比如我们台北的中影文化城那种感觉，好美，好漂亮啊！中影文化城，对不起，整个把大家的想象都破坏掉了。就一个古色古香。然后我印象很深，然后就是我女儿跟她的表妹两个就是。我想一下，大概6岁7岁吧，那小女孩，他们就在那边前面跑反正因为太冷了，所以整条路上都没人，我们就让他们跑。后来他们俩就停下来，我说停下来干嘛？就看到那个木门，那个木门看起来就是有200年吧。门打开，出现一个老婆婆，那老婆婆看起来应该有200岁。骗你们的，200岁，大概100岁，不到。我没有管你那个200岁，这是90几岁吧。然后那婆婆就一直跟那2个小孩子讲话。我在那瞬间，我脚步自己就停下来了，因为我觉得好美哦。为什么？因为那婆婆讲的是日语嘛。那我女儿
她也听不懂日语，她的表妹也听不懂，啊，两个就在那边瞪着大大眼睛，要听她的婆婆讲。啊，婆婆呢，我觉得婆婆第一句应该马上就发现他们根本也听不懂，但婆婆没有在管，我就继续讲，我一直讲，然后就好像很关心他们。我不知道她的关心，因为我也是听不懂。我不知道她的关心是说啊天气很冷，还是说你们从哪里来，还是婆婆只是单纯在抱怨她老公，我不知道。但是你可以从那个婆婆的眼中，你就可以看到说，哎，这就是人类。就尽管语言不通，可是你很清楚的可以感受到是一个老者，然后再跟幼小的跟他同一个物种的另外两个个体，他想要把一些东西丢给他们，但是尽管彼此都无法理解。可是又真的都理解了，就是我女儿他们就乖乖的就站在那边，然后听婆婆讲，听她婆婆说啊，婆婆就继续说啊，我说啊，你听懂他们说什么？没有啊，我听不懂啊。啊，那你为什么要听她讲？我觉得她好像真的想要跟我讲，就婆婆就一直讲，等到我们走过去在旁边，我们也一起在那边听，到现在我还是不知道婆婆在讲什么。可是你就会觉得很美啊！我说那很美，就是也许搞不好。婆婆根本就不存在，不一定。忽然变鬼故事。对啊，这是什么结尾啦？就是这一切，你会觉得很纯粹，就是像你刚才说的，他没有目的，纯粹啊，他没有任何目的，他没有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可是，对啊，他就是属于两个人，属于人跟人之间一个非常单纯的关心，或我们就交汇了，基本的沟通。对，然后我相信我们这辈子没有机会再碰见。这搞不好就是所谓的一期一会，对，他就是一期一会啊。然后你说这一会，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到温暖，我感到我们被在乎，我们被看见，你知道像就好超商好了，我每次都很爱乱讲这件事。你记得你今天去超商点那杯咖啡，那个人长怎样？他过得好吗？我们甚至有时候从头到尾看不见那个完整的人形，我们只看到他的字。他戴着口罩，或者他低着头。对，然后他们一天要应付几万个人。是啊，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可能是我们搞不好也把对方物化了。他只是我的工具，他只是我要缴钱的工具，他只是我要结账的工具。对，他只是东西。对，他不是一个人。对，而且还要问很多啊。对，要统编吗？存里面吗？是有会员吗？对，对我觉得I don't know， 我就会觉得说，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很方便，然后我们节省了很多时间，对，但是我们节省了这些时间拿来干嘛？对，拿来滑手机，对，然后滑完手机之后又觉得眼睛很酸。你在台湾的便利商店，你很难看到有人跟店员停下来，后面在排队，然后他在跟店员聊天，不可能，对不对？对。你去美国，是，你去结账的时候，是，店员会跟你聊天，对，聊到不要，然后后面一整排的人脸都超臭，说他妈的为什么动作这么慢？那边他继续聊，对啊，没有在管，对啊，当然那个可能有一个，比如说服务业低薪的问题或者什么的，在台湾不可能看到这个现象，几乎不会有，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人跟人在，不管我跟你在交易，有时候我们小时候，譬如说我们去店里面买一个东西，一定会问说啊，你吃饱没啊？干嘛啊？你妈最近好不好？巷口的杂货店老板会问啊。我那天去吃饭，吃完饭就去超商买一杯咖啡，晚上7、8点，遇到一个中年男子在一个超商工作，我就点了一杯咖啡。他点的咖啡点2杯嘛，他就煮，就需要一点时间。对。那我就在旁边跟我女儿在那边聊说啊，我们等一下去逛什么师大夜市啊，然后他就会接话说师大夜市不好，我跟你说，如果你们真的要去的话，你们就从这边这样一直走到台大公馆夜市，然后那边比较多东西可以逛。我就觉得哇，这店员很有人味啊，是很久没有遇到这种跟你接话，对，然后会有那个心情，对，应该说会有那个心情，对，因为我大部分看到超商的工作的人都心情不是太美丽或是有时候做餐饮服务业的时候心情不是太美丽，我常常会去问，比如说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咖啡厅，有一个女生我点了一杯咖啡，然后她送来就这里的咖啡，也加学费什么，然后后来我结账的时候，我就问他说：“你今天心情是不是不好？”
哦，你关心他，我关心他，对你不是在 complain，我不是关心我不是，的，我真的关心他。对对，然后忽然他就脸就变得就很很红，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啊，哦，被你发现了还是？是，那我不知道，我总觉得你的不管你在做什么工作，你的状态跟你的能量，对你的心情对，是会影响到你周遭的绝对会的人，对肯定会啊。绝对会，尤其是站在这一线的服务别人的人。那我总觉得像我自己之前做餐饮业嘛，我也在一线服务人。我到现在有时候我们办活动，我还是会在一线服务人。那我总希望我在服务人的时候，可以把我最好的能量传递出去，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是今天我在这边存在的那个意义跟价值，不是真的我做一个什么东西给你，而是我有没有办法在我卖你一个东西的这个当下，给你一些不一样的能量，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取决在于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状态。我那天看 Threads 有一个故事，哇，我觉得那个真的很，有一个人他做 Uber，然后那个 Uber 是一个女司机，大概比我们大个10岁吧，那个司机。然后他在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跟他说，他其实之前他是在欧洲工作哦，然后在欧洲开公司，有一阵子欧洲状态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公司就收一收，就疫情那个时候，然后他公司就收了，就回来了。他是一无所有的回来，把那边的房子，然后所有的这个公司所有的业务全部都 close 掉，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震撼的一切。因为他隔壁有一个邻居，有一个爷爷，那个时候呢，他疫情的时候，他都不相信外面这个疫情会对他有什么影响。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能出门嘛，然后那个爷爷呢，每天都还是出去采买一堆食物回来，就分给这些邻居。每一天哦，有一天他房门口没有食物了，他就发现那个爷爷就被传染了 COVID，然后就换他出去外面采买食物给所有的邻居。然后他每一次去爷爷那个门口要敲门，跟他讲说那个食物什么放在门口的时候，有一天那个爷爷都没有来应门了。过2-3天以后，他就通报那个爷爷就已经在里面就走了。所以这所有发生的这个疫情的这些所有的一切，让他公司也结束了，然后也让他面对到人生的这些无常。对，叫他全部都 close 回来之后，他就回到乡下。他女儿就一直觉得说，你为什么每天都要窝在家里面？因为他回来之后心情非常的低落，然后每天就躲在家里面酗酒。你知道他女儿每天回去看到他妈妈的时候，就是旁边都一堆酒瓶，然后他就帮他妈妈收拾那些酒瓶，这样。有一天他就觉得他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他一定要振作起来。他女儿就跟他讲说，你一定要出去外面，你去开 Uber 也好，你去做什么都好，你就是一定要出去外面，你不能每天都窝在家里头啊。所以他有一天想一想，他就不能觉得他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他就出去开 Uber。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脸极臭，非常抗拒啊。不是抗拒，而是他觉得他自己人生已经过那么惨了，为什么后面这个人还要在那边讲？他每天听到后面的人在讲那话，他人生过得有多惨，然后他现在怎样，哒啦的，他自己已经很不好了，然后他还要去面对别人的负能量，各种各式各样的负能量。就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状态，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说，他好像可以去跟别人分享他现在的能量。不管是负的也好，正的也好，你知道，慢慢的，他转正了。就是他发现人生这样的平平淡淡也没有不好。虽然他过去在欧洲那时候开公司也是非常非常的风光，他一无所有回来，然后现在每天开 Uber。可是他唯一做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每一次开车的时候，去跟别人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他带给别人能量，所以他能够转正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哦，我现在在看很多人，无论他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或者处在哪一个同心圆里面，我都常觉得那只是一时的状态，一个状态，他不是一辈子都这样，他就是状态。对，他此时此刻的状态，现阶段的状态，他就是长。可能遇到了很多不幸，可能遇到了很多打击。可是生命不可能永远
是永远的嘛，有对对对东西嘛对，像最近看完《照明商店》啊，我才发现说，哎啊，我懂了。然后我妈就是去过照明商店10几次的人嗯，但我们不要破梗嘛，我们不要影响那个剧。我们已经有一我个们要录一集的，对哦，对，这你刚才讲的就是完全让我想到我们社区一个大姐。我说她大姐，搞不好人家年纪比我小，我也不知道啊。但这位大姐就是负责打扫我们的那个社区，她都会推一台车。可是呢，从我第一次见到她来上班，她看到我就 Good morning， 就远远的 Good morning， 我第一次吓到啊，第一次吓到，一定吓到了。而且她应该是有一点点菲律宾跟台湾混血，我也搞不清楚。但是后来就早安，你就会觉得你本来你知道，我们看到人，尤其早上啊，你可能过度热情了，对，我们都还会没有办法去面对对方。刚起床而已。但到后来就他跟你 Good morning， 你就会笑。否则我们走外面，我们都会收敛，让自己的表情是完全没有的嘛。哦，对。可是当对方这么热情，然后你也知道他永远是这样的时候，哎，你远远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先叫自己要笑。然后到后来，我就会说，哎，他常点亮我一天呢。我可能今天要去处理一个我觉得很烦的会议，可是因为他跟我 Good morning， 我就真的 Good morning， 我的 morning 就 good 起来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通常是下午跑步，那跑步前我就会先戴上耳机，然后在社区的大厅里面拉筋啊，然后再按下音乐。然后我就远远看到他啊，看到他在跟我讲话，他跟我讲什么？然后我因为戴耳机我听不到，所以我就跑过去找他，然后就很高兴地冲过去。忽然我的视野整个180度变，在下一秒我就发现我倒在地上，跌倒了，我整个倒在地上，滑倒了，然后他也过来，然后我看他嘴巴本来是张啊张的，这时候我终于听到，因为我耳机已经掉了，好烦哦。然后他就说：“我是要跟你说，我刚拖完地，地板很滑。”哦，说 Thank you。而且我是躺在地上讲的，而且他的脸是你知道是反180 Thank you， Thank you。其实我超痛的，我超想哭的，但是我笑，我微微的笑，说谢谢你。但我不知道，就是虽然我妈妈失智了，但我每次只要回想我妈以前跟我讲的话，我现在都回想起来都会非常的有道理，就觉得她以前就跟我讲说，你考嘛一缸，笑嘛一缸，你哭也是一天，笑也是一天。虽然我现在回想，我跟你讲，以前听不懂了，我前听不懂。还有，我现在回想，我妈妈在跟我讲的那一个人生阶段，她当时的 status， 应该她每天都很想哭，因为我们当时候就是被家族的人影响，所以是欠下债务的。我认为我妈妈那时候应该要哭的，对，应该。还有我在想，她那一句话不是在跟我讲，是在跟她自己，对啊，是在跟她自己讲。而眼看着我现在活，你知道我有一些很奇怪的，我每天都在想这些事。刚不在讲时间吗？我就会去计算说，我妈，因为我妈曾经去算命，然后她也回来跟我说，算命的跟她说，她45岁之后啊，会走大运。真的，他45岁之后就不用工作了，因为他45岁遇到车祸，脑伤就失智了。然后我就在想，我现在已经活过超过我妈妈的年纪，我妈当然还在啊，还活着。但是老实说，她的人生在45岁之后就画上有点类似休止符，就不再具有她原本正常的智力了。那我就在想说，天啊，那我现在还比我妈妈多3岁，比你妈老。比我妈老，那我真的有比她理解这个世界吗？或者也不要说理解这个世界，或者理解我眼前要走的路吗？或者我可不可以更适合的、更恰当的安排我的心情？因为我常会觉得我的心情好像跟我17岁高中的时候一样，我好像就停留在17岁。因为我妈45岁的时候，我17岁，从她车祸之后，我好像就没有，我不知道是就瞬间长大了，还是就没有长大。我觉得我好像就被 freeze 在那个时候。对，我觉得非常奇怪，导致我后来做的每一件事情，关于职业啊，关于要做的事情的选择，看起来好像都会跟别人不一样。可是对我来讲，就好像是我只能这样，
我觉得我好像只会这样，然后这样对我来讲是相对舒服愉快，是虽然看起来很累很用力，可是我觉得是我想要的。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好像我懂你。对，就像我们看那种跑步的人，其实你仔细想，如果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你跑42公里，然后再回到原点，从物理学的角度，你是白费功夫啊。你是浪费能量，你什么的浪费能量？对啊，什么事都没干，对，什么都没干啊，莫名其妙。最终你跑回了原点。对，但对这个好靠北了，这个真的超靠北每天都在想这件事。我从我家跑出去啊，再跑回来，不是回到我家，经过2小时、4小时是怎样？这是你对这个人类社会到底有什么？我跑出去是要跑回家，我每次都在想这件事，但是又为我可以跑回家而高兴。你知道有人跑出去不一定回得了家，烦死了！我每天都在想这些北气的事情，然后你一边跑就想说，干，我为什么要来跑？没有人逼我要考啊，我在跑什么？然后我又在那边计算，像我今天要跑半马，我已经跑2公里，1/10耶。然后我想10%又怎么样？它也可以是100%啊，我现在就停下来就结束了啊，那我也100%啊。我每天都在算这些，然后算完之后想说，我数学还真好，但我从来就算不出我明天要干嘛。就像你说的，真是靠北。喝酒，哎呀，开心看到你很开心。因为你刚刚讲那个就是有人可以聊这件事情啊，我觉得我们都有加了朋友，对但是有些话搞不好也不应该或者不适合跟太 close 的人说，因为我不是说他不能听，而是你也会想到说，那他搞不好也因此必须要背上一点东西，然后本来你也知道他已经在 carry on 一些东西了，然后你在有生活的责任，对啊，例如什么？随身行李啊。carry on 不能超重啊！猜，我的意思是说，例如什么，就是你说OK，对，好烦哦，超烦的。没有，好，我翻译一下，因为他刚在讲说他很想要他刚用的字眼是乱说话，我想乱说话，对，但我很理解。他不是乱说话，他是真的要说话，但是你也不他有说话的需求。对，但我猜测他平常当然会跟你说很多，可是有时候也许需要另外一个对象，另外一个角色。对，因为这个是对啊，你的角色就是那样了嘛，但他可能需要另外一种角色。因为我跟他乱说话，他有时候会骂我啊，对啊，那也应该要骂呀，应该要骂他们乱说。而且你知道吗？他跟别人乱说话的那个程度，跟我乱说话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没有，就是我有一个乱说话的需求，就是我很想要乱说话，但是没要负责任的那种。对，就是完全就是放开来说。我跟你讲，那是对象的问题。是。你知道，因为他其实平常都会跟我乱说话，而且他每次乱说话的那个底线是没有底线的，那因为我也没什么底线啊，那我就不会去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或是什么。对，他有时候就是听完我讲完就没有了，对，我就觉得这样很无聊啊，因为需要有乱说话要有人，比如说反驳你，或者是，或者是附和你，或者是 whatever， 你只要有个反应，因为他就接受你。对，而且因为我们的底层逻辑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价值观太一致的方式，是，对，所以他讲的东西跟我想的东西也没什么两样。对啊。不，就这样，就这样。你讲，他有时候也会有点无聊。对，然后他就需要有一个对，然后而且他的生活经验跟我100%重叠嘛。对啊，我跟我老婆24小时都在一起啊，所以就比如说我讲一个故事的时候，他其实他在现场，所以他也没有什么惊喜，他也不像是真的就是他没有一个。那你们会不会跟我跟我老婆一样，就是我常心里想说这就是那个，然后我老婆就讲出来了。对啊，就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因为我们就是太相似了。呀，有时候我们要讲给没听过的，没有在那里的。对啦，他就是有，你知道吗？他有表演的欲望。
对啦，有时候会有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些人，我不是说有些人，就是有人有。不是有人有这样子的需求，是我觉得是很正常。对啊，有一个分享非常正常分享的需求。你知道我开这个节目都为了他，他其实我的感受啦，他也不会想跟他不想讲话的人多说啊。啊，对了，对啊，我会感觉了。是啊，你不因为我就是这样对我跟你讲，你知道我帮他打破多少界限吗？啊，是吗？对，我前半辈子蛮沉默的。对啊，我的感觉是这样啊。我跟你讲，而且他都会有一个，就是每次都在讲强势或主观啊，其实他主观意识比我还要强。那他就觉得他自己第六感很准嘛，然后他不想做的事，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勉强他。哦，对。然后我每一次只要说我想要邀约什么人，然后他一开始的时候，绝大部分大概70%吧，他都会说，就这种你知道怎样是怎样。然后我每一次很多时候，譬如说70%里面呢，我可能有35%我没有要管他的意思，就直接约下去了。哦，然后大部分都会打破他的那个原来的主观意识对的想象，对，然后他就会觉得有惊喜，出成见，探索未知嘛。因为我一开始我都会先看到别人的好处，对，不是好处是优点啊，应该这样。是，通常我一开始都会先看到别人的优点，所以他常常会觉得我太天真，常常会很相信别人。我都看到别人的缺点，对，他都先看到别人的缺点啊，我是先看到别人的优点，所以我都会先相信别人，所以我比较常受伤。可是对我来说，我久了我也承受得起嘛。你知道我为什么都看到人，我都先看到他的缺点吗？为什么？因为如果一旦我把他摆在对的位置的时候，我接下来都会觉得这个人不错。每个都是一直加分。对，他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加分。我就跟他相反，我通常都会先把别人摆在100分。我开始慢慢扣。对，所以过一阵子，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不行。”我说：“不会啊，其实他还不错啊。”对，就我跟他是相反的。可是你说真的有没有人真的是100分，然后一直被我放在100分的位置呢？其实还是有的啊，真的啊，其实还是有的。那他就会变成是我很 close 的朋友，就之类的。那即使不是说很常联络，我们或许在8年联络一次吧。可是这个人还是被我摆在100分的位置啊。对啊，就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录来宾好了，可能我是第一次跟他见面，可是这个人他还是依然被我摆在100分的位置啊。可能我们这一辈子就遇到一次，就这样。但那个晚上我就觉得，对，能够跟我们录第2次的人很少。你看，像卢建章啊，突然被点到，我刚才想是谁？有没有？因为卢建章啊，扯哈，一里下，或者扯的表示这个人有毛病，这人问题很大。一里扯来扯，一里扯了。你出书的速度真的是没有了，我望尘莫及。没有，我很清楚知道是我有我的问题。那绝对是一种焦虑。我跟你讲我讲要出书，不知道讲几年了啊，是哈，一直出不来，那也是我的问题。我也一直有问题，表示你不需要。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就是有一个毛病吧，我想是吗？我还没找到那个毛病就是了。没有，我真的觉得，因为你看虽然世界上有很多人啊，几亿、几十亿，但老实讲，就跟别人手毛一样，都不关我们的事啊。为什么跟手毛有关？就再多都你家的事啊，就是那个多，其实也跟财产一样，就某些人家里财产很多啊，那又怎样？就是你家的事啊，就是你没有要跟我分享啊。对啊，手毛没有办法分享，就长那一身，无法分享啊。你很多，你很浓密，你很如何 ？So what？对啊，超级靠谱。为什么不是脚毛？也可以脚毛，也可以 ，fine。毛可以。那你知道，我就会常常有一种我就觉得说是扭曲的，说但是有些像你刚才形容朋友啊，或者说你觉得说分数很高的人，有就好了。有就好了，
那其他人再多，就好像有些国家人很多啊，但是对我们来讲啊，那个只是造成地球更多资源的被破坏啊，对啊，它未必是好事。可是我觉得人真的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拣选到一个，哇，那就很了不起。然后如果最理想的事情是，那个人还是你自己。你看我们常会讲说啊，某些人我喜欢，某些人不喜欢，但是有些人一辈子都不喜欢自己哦。有，我觉得那其实是悲剧啊，悲剧，甚至可以是惨剧啊。然后还有一些人是他连自己不喜欢自己都没有意识到，那可能到最后一天，他都还在很苦苦的追求外面的一些东西，但他都没有想过说他要追求的是自己，他要先去讨自己的喜欢，但有，他错过了，其实你知道，我有真的在观察这件事情，就是不喜欢自己的人，通常都有一个共通的现象可以观察到，就是他会一直骂别人。因为他不喜欢他自己的面相，他在别人身上都看到了所以他会一直不停的骂别人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人非常的可怜，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过自己。可是我有一个相反的观察是什么？就是没有很喜欢自己的人，其实很喜欢自己。什么意思？就是太过于自己的期待实在是高到他根本就不理解自己。他喜欢自己，可是他只是不理解自己。你懂那？因为他太喜欢自己，所以他对自己的期望过高。你知道，我常常会觉得说，不喜欢自己的人，有时候是把我这个字放得很大，放这么大。有没有72其词108集，对之类的，就是哇超级大，可是其实就不需要这么大啊。对，他就是因为把自己放这么大，然后到处去跟人家比，说我比较大，还是你的我比较大的这一种我觉得我的观点是这样，过程就没有那么舒服。对啊，因为我们有讨论过一件事嘛，有一次他走在路上，我不知道聊什么，然后我就说，他常常会觉得我都没有在管别人的。对啊，那是事实。对，我都讲出来，我喝多了。对，我跟你讲，真没礼貌可是因为我没有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啊，我就是我就是世界。是，但我并没有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啊。对，所以我并没有把我自己放在这个世界里面。对，没有，因为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他而已。对，我的世界只有我自己而已。我跟他的世界里面没有别人，我的世界是没有别人的。对，我的世界观，对我可以关心别人，我也可以理解别人，是。可是我并没有想要，我没有改变别人。我们要改变别人，对，因为那不关我的事。对，就好像我们有一天不知道在看什么，自己的社群的 follower 然后他就问我说：“你 follower 有几个？”我说：“我不知道啊，我看不到。”对，他连他自己都看不到，我连我自己都看不到，他把他全部都关起来。对，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就说因为不关我的事。OK，对，他把他自己的 follower 全部都关掉，关到他到底有多少 follower 他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蛮酷的，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所以对，真的。我的意思是说，后来我就看着他，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太鸡，真的是太鸡歪，鸡歪到别人多少人 follow 我，我都不想知道这件事。”他说他觉得很荒谬，为什么你自己都看不到？你自己哦，对，你说隐藏让别人都看不到，我觉得那还 OK。你连你自己都看不到，对，这是另外一个境界，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境界。因为我真的觉得没什么，但这符合我对你的理解啊。酷啊，我一直觉得你是酷的，然后你跟他的酷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酷，对我来讲都很酷。不，我觉得你最酷啊！对啊，我觉得不是，这不是互相这个吹捧，我现在是互相吹捧了。连是一个同心圆。我觉得卢建章最厉害的一个点，就是他有扭曲现实的能力啊！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我想他广告为什么这么厉害？然后我就一直在想啊，到底是你扭曲还是这个世界扭曲？
我不知道，嗯，是因为这个世界先扭曲了，所以你才有办法把它扭到另外一个地方吗？还是什么？我常在想这个问题。哎，这个蛮有趣的。没有，就是如果你在现实里面活得不好，你就会想要逃避现实。我基本上，我觉得我大概就是都一直在逃，一直在躲避。嗯，虽然我逃避的方式还蛮稀奇的。等一下，哎，扭曲对实践来了，真的，等一下，这一句直接放头条，就是这一集就是我逃避的方式还蛮积极。哇塞，这是什么鬼东西？这是什么鬼？等一下，我要听。我跟你讲，他是现代卡缪，荒谬，真的，我真的觉得，你刚讲卡缪啊，然后什么他们那时期的沙特啊，然后卡夫卡。然后什么赫曼·赫塞，这完全就是我16岁、17岁的时候，就是很想靠近他们，很想理解他们。就对我们其实文青对，或者说但我那时候真的很苦恼。我说那苦恼，一方面是自己刻意的想要去理解，那另外一方面就刚好就你妈妈就快要死掉啦。那其实我也有一段我一直没有讲，同一年其实我第一个女朋友也就死掉了，就真的就死掉了。那个对我来讲真的冲击很大。然后我最喜欢的摇滚歌手，也就那一年，就在那几个月里面就通通死掉了。Kurt Cobain，所以我英文名才叫 Kurt。对啊，我那时候是站在那个唱片行里面，然后那边哭，然后店员过来说：“你东西掉了吗？”我没有，我喜欢的人死掉了。然后店员说：“哦，我知道。”然后就走。那一期的那个 Rolling Stone 的那个封面，就是 Kurt Cobain 躺在地上，然后他那个血流出来嘛，你可以看到枪，然后那个地面的样子。有打马赛克吗？没有，好像没。那当年那时候，当年不流行。对，年代没有马赛克。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靠，他就。因为厉害的摇滚歌手几乎27岁挂掉，而且都自己把自己给挂掉，弄挂了，就弄挂了。对，那你就觉得说，哎呀，那我就在那边算，所以10年后我也要挂，结果没有啊，我活超过了。然后想说，那个你看你还真的活超过，那你现在在干嘛？然后你妈妈到底是活着吗？还是？你知道，你们都看过照明商店，我觉得我妈就还在照明商店那边走来走去。对，那你在旁边看着你妈妈这边走来走去的，你真的你被迫你得去思考这些事情，然后因为这样你就会想说，靠，你真想逃走，但你也知道逃走很容易啊，那但是往哪一边？要去哪边还要选，对啊，那也不是说哪一边会对或错，而是哪一边会让你比较舒服、愉快或者不后悔呢？所以我一直觉得后悔才是最应该后悔的事情，因为后悔最浪费了，你根本就不应该后悔。如果真的要后悔的话，那后悔最需要后悔。那你有遗憾吗？你知道我讲一个事情。大一的时候，因为我根本去读一个我不想要读的科系。哪一个科系？企管系。对啊，企管系。然后，但他后来做广告。为什么我读企管系？是因为我根本不想填志愿，我是超前一年的志愿，所以我上了那个就根本然后去什么会计、统计、经济，我真的都不想上，所以我都在宿舍睡觉。那有好几次我在那边睡觉。我就听到有人进来，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床啊是在书桌上头，所以有人进来，你就听得很清楚。然后他翻我的书，砰！我想说，我室友。后来我室友他们放学回来，我说，你们有回来吗？没有啊，没有。确定？真的没有。那刚来的人是 I don't know， 我就不知道。然后而且不止一次，然后还有1-2次是。我那时候大学就真的觉得很苦闷，所以我都是晚上那边喝 whisky 喝醉，然后再出去晃，就在学校里面晃整个校园都是黑的嘛，晃来晃去。然后有一次我就是晃完之后回来，
然后就爬上床睡觉，然后因为我们那个宿舍是下面是书桌上面是床中间有一个楼梯，所以是从中间的楼梯爬上去，就爬上去，然后就往左边，我的床在左边，我就跳到我的床上，然后我跳到床上的时候，就听到我另外一边右边的室友是，然后做梦，我还这样看一下，我想说神经病，但因为我喝醉了，我就想我让我睡觉，睡着睡，隔天早上起来，我室友说，论长，我讲你昨天是不是很晚回来？我说对啊，大概2点多，因为我喝醉。然后说他有听到我回来，然后回来就是爬上楼梯，就咚咚咚。可是我爬上楼梯的时候，他就听到后面咚咚咚，然后怎样？然后有另外一个人跟着你回来，只是我跳到左边的床上，那一个就跳到他的床上。我说然后呢？他说跳到我身上啊。我说然后呢？他说我就叫你呀，你都不理我，你都不叫我。有我听到你在笑啊，我听到你在做梦啊。反正我就整个大学都一堆这种事情，那1个月。然后后来我记得很清楚，那是礼拜6的早上，然后我就听到外面的电话响，因为我们那宿舍是4个房间，外面有一个分机电话响，他说电话响大家都爱睡，因为礼拜6早上所有大学生都在睡觉我就去接接起来就说那个我找卢建章，我说这么巧，因为4个寝室刚好是我接到4个寝室总共有16个人刚好我接到我要找我的电话，我说我就是他说我是那个，然后就讲一个名字的妹妹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讲话，他讲的名字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我说你找我？他说对，我今天找你，我已经打了快3个礼拜的电话。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姐姐车祸在医院，然后她一直在等你，但是我打电话给你都没有接。我说什么意思？然后我打这个分机，因为我在我姐姐的那个电话簿里面找到这个电话，但是我打这个电话一直都没有人接。我说因为这个电话坏掉，它坏了好几个礼拜这是他第一次想，还是被修好了。他说我姐明天早上火化，你要不要来看她？我说我就只能就很像白痴一样的所以我第一次去我第一个女朋友的家，就是她的那算什么？告别式。对，我第一次见到她爸妈，也是最后一次。为什么他会车祸？他妈妈就一边哭着跟我讲，说因为他爸爸不是叫他要跟你分手吗？然后他就很闷然后就什么他表姐在淡江读大学，就叫他去找他走一走散心。那中间就有一个男生骑着摩托车载他，然后就飞出去就车祸撞到脑，撞到头，然后就在医院弥留了3周，然后就走。我那时候想说，天哪！我就在几个月里头，因为我妈妈也是一模一样，也是车祸撞到脑，然后受伤。但某种程度她妹妹后来安慰我，她妹妹就跟我说，然后还好，她说他们一直在医院，因为她是想联络我去看她姐姐。她说后来想一想，还好你没来。她说姐姐应该不想要你看到她头肿的像骨头一样，不好看的样子。我说我也没办法挤出任何，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只能对，我只能就是你看吧，就是这些事情，我其实也无法，也不知道跟谁说，我也很多时候就是放在心里头，然后我回头想原来因为他其实小我1岁，所以他那时候还在高中。我已经上大学了，他小我2岁，高中升高2嘛，那我是大1，那我就想说，所以他跑来我的宿舍，然后想要知道大学的教科书长怎样，所以他在那边翻书，然后我在那边睡午觉，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处于一种
那我一直觉得我整个从高中高三到大一，我高三妈妈车祸，然后钥匙没有使变失智，然后全家愁云惨雾，然后我也不想读书，所以我就我也没有准备任何考试，我就去考，然后考完了就是也不管了，随便什么都可以读就去读了，然后我也不想上课，我就整天只是在那边喝醉。对，我就觉得说，到这个人离开之后，我才有点意识到说，所以现在天上有一颗星星会看着我，会守护着我。但你知道，这所谓的第一个女朋友，我从头到尾只有跟她牵过手而已，我没有任何一点 close 的，然后我们最多的就是写信，就是笔友，对，完全是笔友。年轻的单纯，非常非常奇幻的、奇妙的，然后你就也会觉得说，所以好像你做任何事情，你也不用说去在意这个世界的规则，因为那些规则也无法处理你的任何的对于关于生命的存在或不存在的意义。因为我觉得多数的规则其实没有办法。就好像我妈妈的医生就跟我讲说我跟你承认一件事，人类现在的医学对于大脑，我们就真的是无能为力，有太多的未知，太复杂了，对，太多的未知。然后他说他作为一个医生他几十年下来，他唯一学到面对生命大神，你就是要谦卑，你就是得谦卑。虽然有一些外科医生会以为自己在 pray God， 但 actually 就是他们以为自己在扮演上帝，但 actually 事实上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所以他只好逼着自己假装自己是，好让他可以每天还可以走进那个手术房。对。但是他说真的，话说回来，我们真的只是人，我们是很尊贵的人，但我们也是很渺小的人，也是很脆弱的人。对，脆弱，对，很脆弱啊。有时候我在想说，这种年轻的生命的陨落，对，不管放在哪里，都是令人伤心的事情。对啊，令人伤心，因为你总会看到说，他的生命还有很多可能性。对啊。但你回头去想了，我们活到这么老了，我们还有没有可能性？其实可能还有，应该要，只是体力差一点。不会，我现在体力，我现在有6块肌。他有6块肌，有，他真的有6块肌。这样，这我说那个刚那个脸超幼稚是吗？17岁，他有6块肌，我跟你讲不容易。以一个快50岁的人有6块肌是很难的事情。我还要，因为有一个人叫曾文成曾文成，曾公，曾公60岁去跑226是226公里的超级铁人3项。哇塞！所以我会认为不止你刚刚讲的可能性我们还要想办法创造可能性，因为别人都这么可能的。我发问，曾公有没有8块肌？我觉得有，虽然我没有摸过。你摸一下，你下次摸一下。你们要不要下次约曾公来聊？真的，我跟你保证如果你觉得我可以聊曾公大概我可以聊的大概27到30倍以上。真的，曾公超好聊，而且他曾公就是一个笑话集。我们看到很多电视上现在还在的那些主持人，老实讲，我觉得他们都不是很好笑。如果跟曾公比的话，是这样。什么吴宗宪是不是？什么胡瓜？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拍球。我有看你那个书里面写，曾公有一天问你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人为什么结婚要选好日子吗？对。然后他说。然后你说你不知道，然后他后来说什么？他说：“因为以后都没有好日子，会不会有这么哇塞！”他有时候还跟我讲高见，对，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去旅行，然后住在饭店，晚上躺在床上，先生就很感慨的跟妻子说：“这辈子真的太短了。”妻子就很感动说夫妻像我们一样，就是有家庭，然后面对到人生这么多事情，然后先生陪着他出来旅行，然后这么在感性，然后聊到说这辈子这么短，老婆真的很感动。
太太就说：“对，这辈子真的太短了。”那先生就看着老婆，那老婆又在看着先生，就觉得先生非常珍惜她嘛。然后老婆还在想说是不是下辈子还要在一起？然后先生说：“我明天一定要去跟饭店讲，这辈子实在太短了，脚都跑出来。”超烦的。烦死了！这也成功跟我讲的谐音梗，你在感动个屁呀、这辈子很他只是觉得他脚凉凉的。我跟你讲，其实啊，你知道你今天来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你知道卢建章有一个套路，请说。卢建章有一个套路，就是他前面都会讲一些很好笑的事，可是呢，他后面一定会用感性做结尾。对，就是他前面就是你知道大家都笑成一团的时候，后面就会让你掉眼泪。对，他有个能力，他有个能力，他喜欢扭曲现实。他有扭曲现实的能力，然后他喜欢各式各样的反转。哦，对，他喜欢各式各样的，他喜欢那种起伏反转，然后你就很容易被他拿捏死死的这样。你知道说故事的人，说故事的人真是真的很厉害，很会讲，他塑造那个悬疑紧张的气氛，然后最后就跟你讲一个很像干话的东西，或是前面跟你讲一个很干话，前面会有很多铺陈，对，或者前面跟你讲一个很干话的东西，后面就是让你掉眼泪的东西，对，就是不要随便堕入那个坑哦。对，他有一个，仔细听他讲话，他实在是太有魅力了，他有那种就是那种把人吸进去他的小小的宇宙跟世界，然后那个世界你永远不知道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学的，这就是只有他才有的。你知道我女儿那一天，我们出去玩，就她忽然拿出一个粉红色的圆锥状的，应该说什么？底部是圆的，然后前面尖尖的。我说这什么东西？然后上面因为还有卡通图案，我说好可爱。我说这是什么？然后修正带。修正带。我说你带修正带出来干嘛？我要修正你。他要修正你。他现在每天在家里教训我，他就说侯弟啊，你这样不行。他叫你什么？猴弟。猴弟为什么要叫你猴弟？因为他觉得我很像猴子，在跳来跳去，然后很像发疯。卢建侯。对，卢猴。他也觉得我很幼稚，很像他弟弟。他觉得他是姐。等一下，你女儿现在几岁？她现在10岁，还没10岁，10岁，对，10岁。然后我就说，对啊，担心妈妈很辛苦的，你要多谢谢她。等于我老婆一个人要带2个小孩。我认真说啊。怎样？你现在是要抱怨他，还抱怨我？我现在没有，我要讲，不是你感真的，觉我们2个喝一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中枪啊。但他的路痴跟他的没带钱包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到达一个匪夷所思的境界了，你知道吗？太酷了吧？为什么 ？Why？ 为什么老是忘了呢？表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Like， 我觉得他有他的小宇宙，他在他的小宇宙里面活得很好。我跟你讲，我已经觉得说我已经很严重了。我早就知道你很严重，而且我觉得你凭什么批评我？我们2个都是很自我的人，我们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你刚不是讲了吗？我想说，奇怪，这个人怎么有能力批评我？可是我不会忘了带钱包啊。我跟你讲，钱乃身外之物，而且我跟你讲，不要带钱包就不会掉钱包。这是真的，仔细想一想嘛，真的是啊，真的，身份证不要带出门，对啊，就不会掉了。对啊，对，那我下次不带身份证出门，你不要靠北我。OK， 你可以带。我曾经打电话给那个我们外交部那个叫什么领事局，他就是负责发护照的。我跟他们说，小姐，我觉得我们的护照真的做得很好。他说怎么说？我说因为我拿去洗完之后还是一样，不会烂的，不会坏。他说可是先生那个洗过可能不行哦。我说可是我看他还很好。他说没有，先生我跟你讲。我们这里面有晶片，所以你如果洗过晶片可能会失效。我说没关系，应该还好吧。我想说要安慰他，我说小姐你最近有出国吗？然后你知道他回答我什么？先生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很忙，你可以挂掉电话了吗？
关心他一下。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在问一些根本就不重要的问题，但我真心想要，我就问他说，那我这可不可以不要换？就是洗过的护照应该还可以用吧？对他说应该对他来讲，你就是一个鲁小小的人。对，你知道那个哇，高雄啊，如果你从那个我忘记哪一个交流道要上的时候啊，会经过一个钓具店，就叫卢小小钓具店，然后我都会到那边特别停下来，因为旁边有一个 7-Eleven，然后就跟我女儿说：“哎，你看，鲁小小，对，然后爸爸。”你上次已经讲过了，你已经讲过3次了。我说，这是会是我们的店开的，你开的很烦。鲁小小，没有，我真心觉得啊，你凭什么质疑我？对，一定要再回来动回来。我说真的，对啊，遇到跟我差不多的人，你知道，我特别开心。哦，你忽然有一个垫底的，我觉得我跟你讲，你不是最离谱的就对了。不，如果我国2的话，他大概就是小学6年级之类的。没有那么多，大概中班，幼儿园中班。你一直当学弟学妹，忽然找到一个学姐啊，忽然找到一个学弟学妹，你对啊会很开心的。开心啊你确定你有比他程度要好一点吗？有一次我去，你知道他常没带钱呢。有一次我去提案，那因为监制跟我去，然后开完会监制就要走了，然后我就去吃饭，因为我下午还有一个演讲，然后吃一吃，而且我点很多，点了抄手，然后也点了面，也点了汤，也点了青菜，然后吃完之后，我就传讯息给监制，监制说：“怎样？你没带钱包？”我说：“对。”然后监制说：“可是我现在离你那边很远，那怎么办？”然后我就说：“对，怎么办？”你知道警察局其实很近，然后哇，此刻我离警察局真的很近，然后想一想怎么办？监制也没办法来救我，因为我通常就会拜托2个人，一个是编辑，一个是监制，因为他们平常都是最照顾我的。就哇，此刻怎么办？后来想到说，没有啊，我刚不就是去客户那边提案吗？那现在离我最近的就是客户，然后就传讯息给客户的大老板，大老板说：“好，我现在马上派人来救你。”你看，我竟然可以不知羞耻到我可以凹客户来帮我付吃饭的钱，客户来还安慰我说：“当然没关系，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专长。”我那一刻觉得说好被 comfort 哦，真的是，我跟你说，这是真的。我有一次，我们那时候行政还没关的时候，然后在不知道倒数第2个月还是第1个月，我在楼下收钱，可是我数学极差，譬如说1000块，可能是826，他要给我826，他给我1000块，要找多少钱，我可能一下子算不出来，然后我就，我要找多少钱？刚好就坐在我后面，他就没有，他就刚好坐在我后面，我就问他，对，我要找多少钱？对，然后在我前面的那个小姐呢，对我超级好的，她说我懂，通常艺术比较好的人，数学都很烂。我有被安慰到，对，我真的谢谢。对，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请那个理财专家施生辉全家吃饭，我们去吃那个马祖面馆，因为他女儿刚好是我的编辑，我都主称编辑大人、编辑委员。然后我说今天我请客。哎呦，很谢谢那个施生辉，你女儿施燕如帮我出书啊，这中间真的太辛苦了，尽量点点到菜陆续上，然后我那天有带钱包，但钱包里面没有钱，1毛钱都没有。我打开，我说那个施大哥，怎样？不好意思，我可不可以跟你借钱？好，让我可以请你们家吃饭。跟你借钱请你们家吃饭。我认为理财专家应该一辈子都没有遇到这样的妥妥的诈骗集团。超妥，真的我觉得钱很重要啦，但是我们应该就是属于那种，我说婷跟我应该就是属于那种要赚比钱更大的东西的人，是这样吧？但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执着的人吗？执着对你来说没有，我们随时可以放弃。你可以随时可以放弃。应该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跟我老婆说，如果有一天我遇到意外，好，你应该要很清楚知道，我就是会放弃的。OK，我拍片也是，
拍片也是，这个镜头，摄影师啊、制片那边瞧很久，我说没关系，不用，放弃，我们下一颗镜头。那执着你是怎么看待执着的呢？执着就是拿着，拿着，字面上就是拿着啊OK， hold 着，hold 着嘛，就拿着嘛， hold 着，对啊，我认为要拿着某些东西啊， OK， 要拿着了，对啊，但是你拿着那东西就不能拿别的东西了嘞，很烦。所以你们应该都有知道有一本书叫《原子习惯》嘛，我每天都会运动至少30分钟以上，然后流的汗大概500公克以上，而且是很喘，就是我女儿会走过来说：“爸爸，我这样，你要死掉了吗？”但我会觉得，当你还可以回答对方说“我快死了”，其实应该是你还不会死，不会立刻应该这样子还不会，因为要死的人应该不会讲不出来没办法说。但我再问一个问题，执着跟坚持，你觉得是一样的吗？我不知道但我应该是属于那种不太会想要坚持什么事情的人。我比较在意的是那高不高兴。我还蛮佩服很多人很可以坚持某些事，可是就像我跑步嘛那跑步我其实每天跑的时候我都不想跑，我根本不想跑，所以我每天都在给自己编一些理由，好让自己跑下去。可是跑下去的同时呢，我也很清楚知道说，我只是在面对一个我不想跑的状态，给自己一个有创意的方式去解释它。我常会觉得很多事情无法解决，但它可以解释，甚至我们在追求的其实只是解释的方式，而解释的方式决定我们有没有创意。不是有创意比较好，只是因为有创意，你可能会活得好一点。这个活得好一点，其实基本上它就是解释，它并不是真的解决，因为解决只是你单方面的某种程度的解决方式。刚刚在想的事情就是，其实语言是一种框架是有时候你会被你的语言所局限住，你可以理解这个世界的样貌，或者是理解你自己的心境、心情。是常常我们会说，你写那个文章太棒了，就完全讲出我的心情。为什么？因为我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会对于那种会写文章的啦，会讲话的人会多一点投以某一种程度的肯定，是因为他某种程度他 resonate， 就是他同理到我了。对，那语言是一种框架，很多时候我们在语言里面找寻不一样的意思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是在确立你自己心里面的样态，跟所谓你想要去重新定义你自己，在这个语言的细微之处，重新把这个东西翻过来，从上面看，从下面看，从左边看，从右边看。对，像卢建章常爱干的事情是，就是他把一个语言反过来看，跳脱这个框架去看，它又有一个另外的意思。人生一定不是一个既定的有答案的东西，是它不会是说老祖宗的智慧告诉我说就是这样，然后我就只能这样。如果是这样，那我到底活了要干嘛？我常在想这件事，如果我如果就是这样的话，那我的存在到底有任何的意义吗？可能没有。就算我存在最后没有意义，但我还是想要说，那我有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语言，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诠释我所遇到的事情，我成长的背景，我的原生家庭，我遇到什么事情，我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我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可能对其他人来讲不重要，但对我自己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个是我自己肯定我自己存在这个世间的价值的某一种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就是我自己有办法诠释我的人生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情。就算别人看我，可能他们诠释的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怎么去诠释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我来讲是一直以来是最重要，所以我最喜欢听的就是别人怎么去诠释他自己的人生。哇，我觉得好有趣因为我觉得那个他的诠释跟我的想象，然后中间有落差。为什么他会这样诠释？好好玩。对，那个是一个我觉得人活的那个能量最重要的精髓。Echo 刚那个 Hank 在讲那个事情，我觉得你让我联想到临场感，不是临场左，临场感是临场感。就比方说我们看 NBA， 他有时候右上方会打出 live，
我每次就在想说，你怎么知道真的是 live？其实都差了5秒。有一或者说些是作假的，或者说，假设这是昨天打的比赛，但你没看过，大家其实还是 live。那他算是他对你来讲是不是 live？还有那是比赛嘛？那比方说我现在看着你们，那会不会我其实在 watch a game？我其实正在看一场不管是比赛或一场游戏，然后只是这个游戏我在玩嘛。但我觉得最恐怖的事情是你在游戏里头，但你没有临场感，你没有在玩，你没有在玩，你被别人玩。被玩，恐怖！你被玩，你被规则玩，你被裁判玩，你被队友玩，你被玩，这听起来你没有在玩，这听起来太可怕了。对，但我觉得我在游戏里面，但我没有在玩。actually 多数时候你在被玩，我们是在那个状态，有你没有意识哦。有，我最近在滑手机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就滑到一个程度，我就觉得说，我在被这个规则玩，我被演算法玩，但我没有在玩，因为它没有，我没有在玩起始页面，对，它没有终点，所以对，这个其实是他们设计那界面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就是我要你粘在这上面越久越好，粘着度。可是书呢，你会有页。对，一页一页翻，而且你是主动的去看，对，然后一页一页翻，所以你会觉得我今天读到186页就好。可是你会发现所有社群它没有页面，它就是一路往下去。我这个是我最近在滑手机的时候，真的有觉得我自己在被玩，我就提醒我自己，我今天早上起来吃早餐，拒绝再玩，不在乎同样的错误。所以你刚才分享那个。关于生命的很多道理，我相信我甚至常常会有这种很强烈的理由。比方我最常被人家分享的一个影片，是我拍金世杰，然后谈大学生毕业，人生也不到22K 嘛。但事实上我在谈的事情是，其实它是一个 cliché 它是一个陈腔滥调，它是什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啊，一寸光阴啊。对。只是当我在那边讲这边摇头晃脑讲这句的时候，你早就跑掉了。我讲一寸光你就跑了。你就觉得烦。当我把这个一寸金跟你类比到说现在平均月薪很多人不到22K 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在意。然后我就说你剩下余日，也不到你的月薪的时候，你会吓一跳，你会在乎。可事实上，我讲的是一个人类生命里面曾经碰见的一个巧合啦，就是22K。可是它是个道理啊。它是个道理，只是我们平常没有去听不下去，听不下去，也不去在意。但我刚才讲说，真正能够传播、能够有影响的，可能是那个临场感。但回过头来说，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生命最在意的是：你明明就在场，你为什么没有临场感呢？你为什么让自己好像都放掉了？你没有在管自己，你就是让自己被玩，你就随波逐流，你就让自己接受高房价，接受低薪，然后接受自己没有梦想，接受自己每天只能滑手机好疗愈自己。而我觉得那才是最大的悲伤啊！你明明可以不用这样，因为什么？你会动你可以呼吸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而你决定让自己不要去做任何你可以做的事情，你决定自己只在这里被划，然后就这样划掉了。我觉得那才是最悲伤的。我觉得真的很难受的事情是这个。但你说我应该做什么？没有啊，我没有要告诉你要做什么，你自己知道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知道曾经有一个香港的作家问我说：“你都怎么自我审查？”我说：“我没有在自我审查的但是我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天哪，我处在一个言论自由的世界，可以乱讲话的。对，我们可以自由创作，是啊。可是当我们处在可以自由创作的地区、自由创作的国家，而我们没有自由创作，那我们跟在一个没有创作自由的国家的人民有什么两样？对啊，是啊，对啊。那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在乎在的。你要上厕所对不对？我也要去上。我们在聊小孩，他是个完整的灵魂了。对啊，对不对？对，哇，你说小孩啊？对啊，就是现在又有卡有手机之后，就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去啊，可以自己说妈妈，我今天想要去买唱片真的哦。他就跟同学约了去买唱片，然后有时候他就自己去，然后就去坐捷运了，去到那个地方，然后逛唱片行，然后逛另外一间买完了，坐回来，都会感觉到他的那个满足感。对啊，那个是一个
自己很嘿呀，不需要依靠别人，对那个，对，我觉得那个事情很不错。真的，其实很多大人到现在没办法，啊我都会觉得说，有时候啊，我们很习惯用年龄来看待，对但 actually 我们也现在又看到很多60几岁的妈宝，对啊，嗯确实有60几岁的妈宝，对啊，有，对啊觉得他是没有，但他不干掉别人，我不干了，但我只是在问我自己说，摄影师，姐妹，我跟你讲，他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一不小心就炮就会打到别人。谁谁谁，然后重点是你听完还觉得蛮爽的。没有，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很幼稚，因为我还停留在17岁，等于我后面30年是白活的。但是我可以跟自己说，我会为我白活的自己我负责。负责，因为我妈没有办法管我啦，我没办法，我妈妈没办法替我负责。没有人可以帮你对负责。对，但是我会希望说，我女儿从她可以语言沟通，然后她听得懂我的问题，然后她也给出了答案，那她就要为她的答案负责。对啊那不管喜不喜欢，你就算不喜欢后来发生的结果，你要让自己扛起来。对，你要扛起来那个责任，你要理解那是你自己的生命。嗯，然后我觉得那这是我可以给你最好的礼物了。是啊，真的其他东西我买不了给你。真的对因因为可以拥有，我觉得小孩可以拥有犯错的空间，对本身也是一个很奢侈的事。对，是啊而且那是最美好的一件最美好的事情然后我也会跟他说，爸爸妈妈一定会陪伴你，不是说我们只会支持你，我们会陪你。可是所谓陪你，不是说，你犯了错，就没关系，没有你犯了错，那我们就一起来 take，对啊，就 take，对啊，没办法，就是要 take。可是不管怎么样，你要理解，你有在选择哦，是啊，你不是丢给别人哦。因为我常常也会觉得说，我会碰见身边很多伙伴啊、朋友啊。当然，我们现在是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当然会有选举。可是大家好像常会觉得说，选完我们就交给那个人。没有我们选的是社区总干事啊。那个总统就我们总干事啊，他就要把事情管好啊。对，没管好就把它处理掉。对，我们比方说我们社区垃圾有问题，你马上电话拿起来就交了嘛，不是吗？对啊，你们等到4年后，你现在就可以处理了啊。处理，对，你现在就可以处理啊处理起来。然后他也需要你去打那个电话，为什么？他就可以跟其他的居民讲说，我们有很多社区的在反映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子我们应该要来面对。他也需要这个东西，他也需要，所以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我们不能说我们就都丢给总干事。还有啦，我觉得我遇见一个朋友讲的，我觉得他讲的很好。他说我们对于公共事务我们要保持热情，然后对于政治人物我们要保持冷淡。你不应该去崇拜他，他是你的社区总干事，谁会找你社区的总干事合照签名啊？以为你吹来的人啊，他只是你找来的人而已啊。你不应该崇拜他，他要走的路是你要他走的路，你不应该投入过多的期待跟想象对个人身上。你如果一直崇拜他，你就是把你的责任丢给他。所谓民主就是人民做主啊。你自己是主人啊，你把东西都丢给仆人，你有毛病啊。对啊，然后你没有要负责吗？对啊，你没有要负责啊，然后你才说他怎么做成这样。没有啊，他做不好，你马上就打电话跟他讲，你做错了，你不对，你不应该这样，我不喜欢你这样。对啊，但回过头来说啊，我觉得你刚刚讲一个选择，我们都忘记我们要选择。是，对，如果你不选择。那真的，你有没有在呼吸？其实也没差了呢。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对眼前这个人好，但你选择不对这个人有抱持任何的情感，会不会这个人有没有在你旁边也没差了？然后对他而言，你在不在也没差了。我觉得回到你刚刚讲那个，我觉得今天对我来说最有趣的事情就是，你不要在玩这个游戏的同时，都没有感觉到你自己在玩。对啊。哇，这个听起来好可怕，这当头棒喝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人身处在某一个局，或者一个游戏里面，我们不见得知道我们现在在玩什么，对，然后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在被玩，对，是，然后你要过一阵子才会发现说，我怎么玩这个游戏，我都不觉得我在玩，是，真的，这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反刍、去思考说，我现在我最近到底在玩什么？我到底是在玩还是我在被玩？对，就想这件事情就好。我现在在工作，
对，我们一开始讲那个 Seven 的工作的人，我现在到底是在 enjoy 这个工作，还是我只是在这个低薪的、复杂的、繁重的工作里面被玩的这个人？我选择我要当玩这个游戏的人，还是我要选择我当被玩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选择差非常多。你知道，那个广告传播界啊，有一个人叫余香，然后余香后来成为一个集团的，我不知道算是好几家公司的那个反正头啊，他一开头是当总机，他就是标准的从总机变总经理。我跟他就是有几面之缘而已，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寓言哦。所谓寓言就是说，哎，你可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什么启发？我觉得就是 even 很多人说啊，总机小姐，好像这话语里面带着一点贬义，但我必须说，对于很多企业，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去碰到他们的总经理，可是我们会碰到总机。对我而言，很多时候总机小姐代表是那个企业，是，他是你只碰得到总机啊。那作为一个总机小姐，你怎么去看待总机？对，你有没有想过，你其实代表着你后面几万个人，你就是整个企业的门面。还有，就算你是一个总机小姐，我说就算的意思是说，有的人会贬义嘛，可是我必须说，那你作为一个总机小姐，你跟你旁边那位总机小姐有什么不一样？而那个不一样啊，就是你的创意啊，你对人生有什么创意可言呢？就好像有很多人每天都去上班啊，我们大家都是上班族啊，或者说我们都是 freelancer 啊，那你真的 free 吗？你知道像职棒选手，他们很重视的，以当代的职业球员，他们重视所谓的自主训练。就是说除了球队的练球之外，那你对自己做了多少自主训练？你有没有自己的营养师？你有没有自己的菜单？你每天怎么保持你的体能？那我又想说，我们如果有工作，我们就是职业工作者。职业工作者就英文来讲就 professional 嘛，就是 pro 的 pro。对，你如果作为一个工作者，你每天只有上班的时候去上班，那就跟职业球员只有比赛的时候去打球一样，你其他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做。你可以接受这样的职业球员吗？多数人应该没办法接受吧。可是你为什么可以接受自己只有上班的时候你只是到场，你在这其他的时间你没有投入，你没有为你的专业技能每天去努力的自我训练，增添养分。你的营养师是谁？你有怎样给自己一些营养？你有怎样锻炼你的肌力？你怎么让你的耐力增强？你怎么让你在面对很苦恼的critical 的一个 moment 的时候，你有一个关键性的判断力。如果你只是比赛的时候我有去比赛，那其实别人很难看待你是一个专业人士啊。你只是有去上班的人而已，你不是 pro 啊。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倦怠世代》。就是讲说他在试着去理解说，现在这个世代的人到底为什么如此的倦怠比如说中国大陆会讲说什么内卷躺平或者是 whatever， 就是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语词可以去形容这个状态。这个事情你可以找到100个理由，譬如说在那个书里面就有写到说，我们可能全球化，然后资本主义下面，因为创投的关系，所以他想尽办法把公司的价值提高。那价值提高，简单一点就是 focus 在你想要的业务里面，所以剩下的东西都外包那外包，然后甚至派遣。对，那为的目的就是让公司的股价变高。但这件事情本身的同时，他把这个公司的价值提高跟员工想要的价值，它本身是脱钩的，所以员工会感到非常倦怠。是，好，那假设这个是一个前提的话，你理解了这一切的一切，这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全球化你没办法改变，公司外包你没办法改变，所有东西都没办法改变的状况下，你能做什么？就到最后还是问一个是，假设这就是这个年代需要受到的考验的话，那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我们可能可以转换心态，对，我们可能可以用不一样的角度去诠释这个东西，我们可能可以扭转这个现实，吗？还是我就继续骂，这个体制，这个全球化，这个他妈的政府很烂，这个什么东西，我可以骂100个人，是，但他没有办法改变我实际上
真正我每天的 daily life。那我有没有办法用另外一个扭曲现实的角度去？对我来说，很多时候不是真的去安慰你自己，是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很多时候其实是那个是你想要跳脱你现在所处的 status quo， 就是现状。对。你想要为了这个现状跳脱去做多少努力？对，有没有这个能力不知道，但我们有没有办法试着去做一些挑战这个现状的事情？就算我只是更改我对我人生的诠释的一点点，扭曲这个现实，试着去做一些做看。我不知道啊，它听起来好像有点正向，但它会不会是一个积极的逃避？我觉得我要说，它会不会是你这个问题其实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是什么虚谈，但我觉得你其实在谈论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觉得真实无比啊。其实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我在想说什么是1亿元嘛，因为我们常听到富翁都有1亿元啊，我想说干1亿是什么？那我在那边刷鞋子，因为我每天跑步嘛，鞋子常常会脏，我在那边刷。那1亿是什么意思啊？1亿哦，如果年薪100万，那这样工作几年才会有1亿？他们刷，是100年哎，年薪100万，你要工作100年才会有1亿？对啊，问题是你可以工作100年吗？不行哎，不行，对啊，就我人类的寿命而言，假设22岁开始工作，通常能够弄30-40年就很厉害。对啊，还有你第一年工作会有年薪100亿吗？100万吗？应该不会啊。那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然后你去梦想或者你去想要追求赚到1亿元，基本上如果赚到1亿元才算成功，那你保证不会成功啊。你必然要失败啊，可以这样讲。对啊，你这个梦想是不切实际的啊。你把这设定成人生目标，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数学很好废话，我超好的啊。但拜托，这其实是小学3年级就算得出来。我女儿最近早就说已经算出来，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是一个错误的规则，那是一个假的游戏规则。如果有人跟你说，有钱才算成功，他其实就在欺瞒你。要你照着他的规则玩，而当你这样玩的时候，你就是被玩。为什么？你绝对无法成为所谓他们认定的成功人士，因为赚不到1亿嘛，没有对嘛？你赚不到1亿嘛，而且你就是在他的公司上班啊，你怎么可能赚到1亿呢？但回过头来说，成功真的就只是这样吗？我觉得不是啊。因为我那时候非常讨厌成功的字眼，我觉得大家都讲成功啊，成功好像就要有钱啊，我就觉得这非常的单一、扁平，而且狭隘。所以我很讨厌成功这个字眼。今晚我们家，因为我们是跟郑成功一起上岸的，就是郑成功的家将，真的，我们到现在还住在安民古堡里面。但我真的很讨厌写出成功这字眼，因为我觉得我就不可能成功啊，不可能有钱啊，我有算过啦，就不可能啊。但后来发现我是自己把成功给污名化，成功是你自己要定义，最怕是你不去定义，你要用别人的定义。来定义你的成功，对啊，那你绝对不会成功。然后像你刚刚在讲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在谈论的是一个极度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假设我们刚那个评定的标准都是金钱，那从金钱的角度，个人，尤其你如果不是有什么家世、有什么背景的人，然后你是用正常的营生、正常的获取金钱的方式 ，actually。你是不可能达到我们当代世界所认定的富豪或所谓有钱人的定义的，基本上就不可能，除非你就是走偏门，除非你就是用不正常的手段去获取金钱，就铤而走险。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个再有钱的人，他要死的时候，他其实带不走啊。对啊，他顶多就是死前可以多花一点啊，但死后都带不走。对啊，那不是说赚钱不好。只是我常常在想，就是说，人活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到底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东西？你用这个角度去看，你不要去想说你有没有赚到钱，你就去想说我有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任何的 impact？ 对，就我有没有存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差别？用这个东西去衡量的时候，你就会忽然发现说，哦，可能我现在在意的那些东西也没有那么重要。对。可能他就是过得去就好了。对，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 focus 在一些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对，可能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多一些正面的影响，多一些能量，多一些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说实在，就是很多时候它很有可能，就你在世的时候，就像反骨嘛。对，卡夫卡也是。抱歉，卡夫卡在世的时候，大家只知道卡夫卡律师，大家不知道卡夫卡小说家。对，你就在世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很 appreciate， 都很在意的是。对，忽然你过世的时候，忽然很怀念了。是。可是如果你有小孩，你就会希望留给他一个更纯净的世界。对啊，我们当然是同样的人。你知道，我每次有一些合作的邀约啊，但传统的时间、金钱的考虑外，我会多问自己一个问题，说：那我去做那一件事，对我女儿以后的世界是好还是不好？好我才要做，不好我就不要做。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而且它非常的容易也简单。我很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都可以问自己。当然，很多人会说啊，我不一定有小孩。那我跟你讲。你也许不一定有小孩，但你绝对是某个人的小孩，你也是个小孩，你也是某个人非常珍视的对象。那你就问你自己，你会希望你在那样的世界吗？这个世界会因为你去做这件事情变好吗？还是变坏呢？你知道，像刚在聊成功，甚至我常常会觉得，当代在台湾最简单的成功的定义就是：你晚上睡得着吗？你吃得下吗？如果你吃得着、吃得下、睡得着，然后呢，你哭得出来，你笑得出来，我要讲你是我心目中的成功人士。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今天在台湾，这也不是我讲，卫福部公布的一个账面上的资讯，睡不着的人多1/4的人有睡眠障碍，对，需要吃安眠药什么的。对啊，那当然是有很多不是你个人造成的问题，但是是环境加诸造成你的问题，对，但不是你造成的问题，但是是你得面对的问题啊，对啊，因为你也是环境的一份子。是啊，我们真的台湾人，我觉得啦，只要你愿意工作，你愿意来生活。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都是位成功人士。你面对挑战，然后你这么勇敢，每天起床走出门，然后去面对这些事情，就算你没有走出门，你还努力的活着，我觉得都很棒了。刚刚在跟 Hank 聊，我说只能喝酒的图书馆。我在很多演讲场合，只要跟朋友聊起，下面的所有听众都会点头，因为他们都有听过。我觉得这是勋章啊！因为你，我们现在流量最好的就是你。没，我只是你们这一条洪流里面的一颗小滴水。但有这样，但客气的，真的，我们大家都很期待听到卢建章干叫的一个声音。那是看，大家看叫，没有听他干叫超爽的。我跟你讲，真的，他有一个能力，就是他看的时候，我们都但我要说一件事哦，安平古堡大家都知道说啊，跟郑成功有关，但我必须说啊，成功在当代啊，不管是你用任何方式去定义啊，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就跟安平古堡所在的地方一样，我们要的是平安啊。那个 inner peace 啊，我觉得如果你 inner peace， 对，如果你有 inner peace， 你就是拥有自己的平古堡内心的平静。哇哦，对啊，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女儿小时候我就跟她讲，我们不是一般人家啊，什么意思？我说我们是有城堡的人。然后什么东西？我童话故事里面不是有公主、王子啊？他们都居住在城堡里面。台湾哪一个家里头有城堡？我们家就是有。为什么我们就住在那里啊？对啊，但我必须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城堡，但只是你那个城堡是不是叫安平古堡？你有没有平安呢？你每天睡得着吗？然后你看着你的家人，你笑得出来吗？然后你哭得出来吗？当你们真的难受的时候，你们可以抱在一起哭。如果你们可以一起笑，一起哭，在我心目中，你们就是我们的成功人士，为什么？因为你们真的活着啊！我因为工作关系我也会碰触到很多台湾的前500大的企业，然后也跟其中某些人成为朋友。其实我知道很多人活得很辛苦，我知道他们很不简单，因为有的人会看待他们是靠霸主，有人会说你们是富2代、富3代，他们也很努力活，可是他们活得也许并不好。也许没有我们一般人想象的好，为什么？
大家有看过《鱿鱼游戏》第1季结束嘛？嗯他讲说，最有钱人跟最穷人一样，其实人生都了无生趣啊，真的都了无生趣啊。他们要快乐很不简单呢，很难呢。那我就要问，那你还羡慕他哦？他活得痛苦无比啊。他不断的要寻求更高度的刺激，好让他可以真的感受到一点点的快乐。但很抱歉，他以为的快乐搞不好只是快感，那不踏实，那不是也不确切，那只是感官，那只是一种刺激。可是我不晓得，就是我常会觉得我身旁我很多尊敬的人，你可以看到他在笑，他真的在笑哦，他在干掉，他真的在干掉，因为他有他 prefer 的。有他认同的，有他喜爱的，也有他不认同的。但我知道有很多人在这个生命里头，其实是逼着自己得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那我跟你说，叶世涛老师也是这样。他那时候，他被迫要去翻译一些什么色情的小说，好赚取家用。可是这些是为了支撑他去做他喜爱的文学创作。我懂，我也相信你懂，我也相信每一个我们正在听我们这一段podcast 的朋友也都理解。但我就也想请你自己好好的追问自己说那你 OK 吗？如果你 OK， 那你就继续这样做。如果不 OK， 来得及啊，来得及。我刚刚听你讲这个东西，我就在想说，这个所谓的 inner peace 就是内心的平静啊。很多时候其实是你仔细去想，就是其实你真的是需要像你刚刚所说的那个临场感。对呀，就是 presence。对，是林长佐。对，就是你那种被 Q， 他们给来了嘛，就是加你啊。你活在这个世界，我们讲活在当下嘛，就是那个活在当下听起来，我一直对这4个字没什么特别感觉。是，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你必须要活在你有临场感的那个感觉上面，你必须要 presence， 你必须要在场。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场，但是我们魂不在这里。是，我们把我们的魂拉回来。我看到你，我觉得很好笑，很好笑；我觉得不好笑，我就不笑。这个是对我来讲是临场感。那我为什么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很好笑？因为我很可笑啊，我是可笑，我是荒谬大师。I'm funny， 我不是很会说笑，因为我就是个笑话。我跟你说，我说真的，开年啊。第一场跟你录啊，真心他妈的爽，爽快，新年快乐，爽快，就击败的人类其实是适合聚在一起的。我那天还写，我还写说宁可87不要78，然后就有一个中国的网友来留言问说这什么意思？So sorry， 因为我作为台湾本土语言的推广委员，我深深为台语的文化它的奇妙而感到很抱歉。我听懂了，宁可北七不要击败。对，我真的觉得当代我们很多人喜欢讲话讲得很狠，讲得好像很凶，好像这样就有点智慧。但我必须说，聪明不是这个意思啊。你知道那个嘉义？你如果要去吃林聪明砂锅鱼头，我就知道。你为什么知道他要讲什么？我知道，你会先我一听到我就知道了。你会先经过另外一家哦，是不是？你会先经过另外一家什么？我们就不要讲它的全名，某某聪明砂锅鱼头，很多人就先去那一间了，因为比较近嘛，比较快到。但说真的，那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不是真正聪明的选择。然后卢建中的脸真的太奇怪了。然后我也认识一位医生，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就是有个能力干掉人，然后不会让你不舒服。对，我们家教甚严，我们不能随便讲脏话啊。虽然我又儒又奸又脏，我们命中都带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要再多说脏话。有一个医生叫杨思棒医师，我非常尊敬他，我好尊敬他哦。有一次我在跟他说：“哎呀，你上次在讲那个杜聪明奖学金的事情。”他说：“我都是
层层考，因为他根本就是一个读医学系的考古学家了，他是每一样事情都会去考察，所以我发现我跟他讲话的时候都要很留意，因为我有尾后兰，可是他要连尾后兰的尾他都会去看，他认真的，对，他会去认真查考说，哎，那你是用什么画笔在画的？啊，我就觉得说啊，太有意思了，就是说这世界上。尤其台湾，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存在了哦，就是它在不管是欧亚板块的交汇处，如果你去花莲的话，有一座桥，它会跟你说，哎，这边左边是欧亚板块哦，啊，右边是太平洋板块啊，这边会有高低差啊，就是因为两块啊这个巨大的板块的交集，所以这里常常会有地震。我就觉得说。哎，我们不只站在欧亚板块的这个交汇处，所以我们常有地震。我们也站在很多历史啊、政治啊、地缘政治的这交汇处。所以左脚踏在，我那次就故意站在一边是两块板块的不同的地方，你就会意识到说：天哪，你可能很渺小了，但是很抱歉，你就站在一个关键的地方，就好像那个圆规有没有？它中间那一根有没有尖尖的，很小，它其实就是圆心啊。可是你圆心，哎。你觉得你没什么，很抱歉哦，很多事情会围绕着你转，是你的很多判断、你的信仰、你的价值观，其实会影响很多人。再怎么样，我们也是第4次世界大战有可能的发起点，好不好？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对，我们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你放个屁！世界地图再怎么样，我们也是在最中间的一个部分。我们用我们的史观来去看这个世界。你用你的屁就可以影响全世界，因为蝴蝶效应的关系。好烦！他可能你们为什么可以？我们没有，我们今天就是要看后来，不是吗？我们今天不是朋友来聊天吗？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快乐，真的新年快乐啊！感恩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吉祥。我觉得新年能够跟卢建章聊到天，哇，这是一个莫大的享受，享受，认真。我平常不讲话，因为能够遇到，他平常都写书。我女儿很讨厌跟我讲话，因为她觉得你没有一句话讲的是真的。她说：“侯弟啊，侯弟，你可以不要这样吗？”她每天都会指正我，她会提醒我，人就要做个人，不要像个猴子一样。我知道为什么看到你这么开心。什么时候？就我发现说，人类可以这么离谱的存在于这个世界。是，我忽然感觉到很欣慰。是。我们这些畜生，我作为一个畜生，就是要彰显人类的尊贵啊！对，我忽然觉得很开心。这个不是炮竹声，这是他们2位的掌声啊！掌声响起来。哎，你知道我小时候好喜欢许不了，许不了真的好喜欢他，但我直到他死掉那一天，我才意识到，天啊，原来他很不快乐啊！悲剧的。他每次出现，我们都笑得不停。那我以为这个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直到他死掉那一天，我才理解说，原来他不快乐，原来他每天在让我们笑得要死的时候，他其实在高度的压力里头。我跟你讲，我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许不了。为什么？我就是许不了。对。抠不了。我不是说你抠不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你出生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对，就是你并不是这么开心的。对，不是不应该开心的人类。对，可是你还是一直很乐观、很靠北的在那边。对。可是你知道，人生最可取的一件事情就是幽默的靠北跟靠北的幽默。我要再多提一个医生哦。我们今天在讲我们在讲渭水医师的这个场域，忽然间医生就一直来。你知道有一个 ICU 医师陈志金吗？不知道。哦，他是一个网。我觉得我们最近要认识很多医生，因为我们老了。是，他是专门负责加护病房的。OK。然后最有趣的事情是，他曾经顾过我爸，我爸那时候直接病危，然后两个那个医院的主任来评估他，一个是安宁病房的，一个就是加护病房的这个主任，陈志兴。结果我爸突然就活过来。他那时候是肝癌嘛，然后并发大出血啊，什么门静脉那动脉瘤还是什么静脉瘤出血，然后就什么打了几剂那个止血针都没用，然后我请牧师来啊，
来看他，那其实我是要跟牧师讨论那个告别式。告别式理解。就牧师进去帮我爸那边弄一弄，出来，就活过来啊！那我就问医生说怎么办呢？我爸现在怎么办？他说回家。然后安宁病房的主任就跟我爸说：“哎呀，卢先生，像你这样的人才啊，不应该浪费时间在我们医院啊。”我说他现在怎么办？他说回家。就回家，就回家就活过来了。1年后我爸就走了。后来我问我牧师说怎么办？那个我爸好像最近状况不好，因为是后面那几天，牧师就跟我说：“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我说怎样？1年前你记得吗？你不是找我去你们那个加护病房吗？我说对啊，那时候要讨论告别式的事啊。他说那时候我进去帮你爸爸祷告那时候我跟那个神祷告说这个卢弟兄啊。就是你爸爸弟兄现在归于你的名下你可不可以让他多1年的时间陪他的家人？我说你祷告这样对，然后算一算1年到了你爸好像要走了。靠腰没有，我靠腰是放在心里头。我说我就多祷告。你怎么不讲20年，不讲30年，长一点？对，但是你知道我那牧师跟我说。他自己当下也是非常的震撼啊！他自己都不信，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的祷告就会成真，而且这成真是有非常确切的、明确的，就那个时间，最后历史是有验证的。对，就验证了。然后说他自己整个人听到我打电话去跟他说我爸状况不好的时候，他整个人是就从天上好像有一道闪电打到他脑中一般。我的意思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在那之前，有一天我们可能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开玩笑，可能没办法再这样胡说八道，没有办法再这样奔跑。但在那之前，我们就好好的开玩笑，我们就好好的奔跑，因为有一天你没办法跑，而此刻你要做对得起，不只是你自己，还有那些无法奔跑、无法开玩笑的人。你有那个自由。你就要好好善用的自由。你可以创作，你就好好创作；你可以开玩笑，那你就好好开玩笑；你可以做任何美好的事情，你就好好做。因为有一天你不行，有一天你会不行的，那就做吧。哇！看杜家良最厉害的就是前面的干话讲了100个，不是你最后还是要来弄一下，最后还是要来弄一下。你这瓶酒真的很好。